全民穿越废土求生，开局觉醒3S 级天赋。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在干材料；别人吃饭的时候，我在干材料。能干就了不起吗？是的，就是这么了不起。我从地上爬起来，疑惑地看向四周，除了远处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山脉外，身边全是齐腰深的荒草。哈哈，卑微的小虫子们，欢迎来到极限求生游戏。你们能被选中，不知道是你们的幸运还是不幸。好了，其他的话我也懒得说了，你们自己看吧。游戏正式开始。我看了看四周，有些摸不着头脑。算了，来都来了，不如先体验一下吧。我点开聊天频道，此时正密密麻麻飞快刷着各种聊天信息。看来地球上的人都来了，人真是多啊。我点开任务选项，上面只有一个熟悉环境的任务。看来这3天就是新手保护期了，3天后应该会有危险降临，而且这个游戏中还有宝箱，这个要好好找找了。我最喜欢开宝箱了。最后我点开了背包，里面放着1瓶水、1块面包、2把工具、1个地基以及1块石头。地基应该是建房子用的，你会去找个好位置。最后那个石头是什么？随机天赋石，你太幸运了，只有少数人拥有天赋石，至于能开出什么要看你的运气喽。少数人才有的东西我有，这说明什么？哈哈，漫天神佛保佑，开个好天赋出来。你获得天赋，我是干地，金色，你的肝比别人更强，你对资源的理解和使用也与别人不同。特性1，精力消耗比别人少 50%。特性2，黑夜中的存在感降低 80%。特性3，高级资源的获取和利用率增加 20%。这是金色天赋，黑夜存在感降低 80%，岂不是说别人睡觉的时候我还能继续干？这也太适合我了。我打开区域聊天频道，发现大家也都在讨论天赋的事情，但大多数都是白色和绿色的，就连一个蓝色的也没有。难道真是自己太幸运了？不对，有点心机的大佬都会将自己的底牌藏着掖着，等着闷声发大财，可不能小觑天下人啊。关闭面板后，我便朝着山脉方向开始探索，那边的资源丰富一些，我准备把地基放在那边。路上看到一棵野草，我随手一把。茅草加1，基础生存物资，盖房铺床都要用到。既然是基础资源，那得多拔点，我拔。茅草绿色加1，比普通茅草高级的资源，怎么用你自己猜。1个小时后，我一边走一边采集，一共采集到了2组乘20的普通茅草和4个茅草绿。太热了吧，这也不像新手手册里说的10天后寒冬降临的样子啊。咦，那是什么？此时离我几米远的地上静静地躺着一个木头箱子，这就是宝箱了吧？我谨慎地看了看宝箱周围没有什么守护怪之类的东西，才上前打开了箱子，获得了面包、可乐、弓箭的图纸1张。我没犹豫，直接点击学习。现在也没什么材料，制作等后面再说吧。半天过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海拔较高但地势比较平缓的小山坡，山坡旁边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汇入到山下不远处的一个湖泊中。前有照，后有靠，向阳通风，离湖泊距离适中，简直就是风水宝地啊！就这里了。选定地基直接使用，接下来就该制作制造台和庇护所了。材料还没齐，先去收集材料吧。我从背包拿出石斧，走向不远处的一棵大树，照着树干就劈了上去。砰砰砰，石斧过后，眼前的橡树消失不见。木材加1，距离庇护所又近了一步。继续，我砍。木材加1，木材绿加1，树胶蓝加1。哈哈，出货了，高级材料，还差点石头。继续，我敲。看着石稿也化为光点消失，我打开制作页面，点击制造台开始制造，过程需要5分钟。正当我准备躺在地上休息时，突然有了新发现，不远处的树木后面好像露出了一个方形的角，我连忙小跑了过去。发现铁质宝箱是否打开？那还用说，直接打开。你获得了午餐肉500克、麻绳图纸、技能书、分解术。竟然是技能书，还有肉。我直接学习了图纸和技能书，随后对着空了的铁箱子释放了分解术。你分解铁质宝箱，你获得了铁锭加2，还挺好用。这以后就又多了一种资源收集的方法。随着制造台的完成，我走到前，上面自动弹出来几个选项：庇护所、装备、家具、其他。制作庇护所需要不少木头啊！出发，去砍树。我砍。30分钟后，我满意的看着坐落在山坡上的这座木屋，虽然没有多精致，但是就是感觉踏实了很多。走到屋内，我用剩下的材料制作了几件家具，随后惬意的坐在床上看起了聊天频道，发现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为建造木屋收集起了材料。我连忙打开交易模块，果然现在上面已经上架了不少东西在交易。碎石，这就是火石吧？刚才还想着怎么生火呢，这下不用钻木取火了。点击交易，2块碎石出现在了我的背包里。茅草现在这么缺吗？不应该啊，地上那么多草，随随便便拔点不就有了吗？我打开私聊，找到了那个用图纸换茅草的人。你好，你要用什么图纸换茅草？换多少？我做屋顶缺10个，这个是图纸的效果。橡胶用途很广啊，必须拿下。随着一顿砍价过后，我使用6个茅草加2个木材换到了这张图纸。加个好友，以后资源互换也方便。没问题，你是大佬，这么稀缺的图纸都有。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今天连开2个箱子，开出来2个一模一样的图纸，你以为我会拿这个东西来换资源？哈哈，大佬厉害。就在这时，屋中突然暗了下来，我朝窗外看去，一轮圆月缓缓升起，视野中也弹出了一个提示：天黑了，没事尽量少出门，不然你可能就回不来了。一股淡淡的心悸感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随后又消失不见。我思考了一下，走到门前，轻轻地推开了一个缝隙，果然那股淡淡的心悸又出现了。看来天黑后外面还是有危险的，不知道弄个火把会不会好一些。
全民穿越废土求生，深夜的荒原有着未知的危险。陆泽举着火把来到了西边的密林深处，可就在他沉浸在砍树的快乐中时，心头没来由的一阵悸动，下意识的挥动斧头迎了上去，随后便看见一个长条状的物体被劈成了2半。丁获得蛇肉200克，兽筋1，蛇毒10克，蛇皮1。太吓人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得罪了，得罪了。就在陆泽惊魂未定之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竟然有一个黑黑的大洞，洞口结满了蜘蛛网。都说富贵险中求，我就进去看一眼，遇到危险了就赶紧跑路。陆泽举着火把狗狗碎碎的进入了山洞，刚进山洞，陆泽就被一个物体绊了一跤，爬起来才发现是一块石头，牢牢的长在地上。丫的，你绊我一下，我今天必须把你铲平了。叮叮当当几锤子下去，各种矿石的信息弹了出来，随着石块消失不见，地面露出了一个坑。奇葩的是，这里面竟然有一个木质宝箱。丁你获得了面包800克，高温熔炉图纸1，原币5。原币好像是第一次开出来这个东西啊，应该是某种货币吧。继续往前走，没多久，他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只见矿洞深处竟然长着一棵会发光的树，树下还趴着一只浑身覆盖着鳞甲的蜥蜴，正在舔着树上的果实。这果实看起来是个好东西啊，不过这个大蜥蜴有点不太好惹，要不要先撤？就在陆泽准备战略性撤退时，突然又有了新发现，那个大蜥蜴的旁边竟然还有一个宝箱，散发着银白色的光芒。银色宝箱，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不走了，陆泽决定硬刚一波，他退回到刚才的矿洞，随后将之前毒蛇给的毒液吐出来，对着时髦涂了起来。一会能不能成就，看你的伙计。准备完毕，陆泽摸黑一点点的移动到了矿洞的阴影处。那只蜥蜴没有发现他，还在专注的啃着眼前的果子。可就在陆泽准备再次移动时，那个蜥蜴竟然爬了起来。不会吧，被发现了？大蜥蜴不是发现他了，而是刚才那颗果实舔完了，爬起来换了个位置舔下一颗去了。浪费我一颗果实，一会一定要你好看。放松身体，陆泽又缓缓前行，8米、4米、2米，就是现在。锋利的石矛戳穿了蜥蜴的舌头，一阵剧痛让大蜥蜴痛苦地吼了出来。陆泽刚想把石矛拔出来，就感觉到毛上传来一股巨力，把他整个人甩飞了出去。妈呀，这大蜥蜴的力量未免也太大了点吧！大蜥蜴在原地甩了几下，终于把石矛甩了出去。看着远处的罪魁祸首，仰头发出了一声怒吼，随后迈着粗壮的大腿冲了上去。这也太有精神了，还能这么玩！陆泽此时也只能拼了，拿出另一只石矛，对准了大蜥蜴的眼睛就戳了过去。当当当，石矛戳在了大蜥蜴的头部鳞甲上，冒出来一阵花，像是戳在了钢板上一样。好在这一击虽然没击中大蜥蜴的眼睛，但也把他给击退了回去。先不打了，这家伙太猛了，赶紧跑路！陆泽连忙朝着洞穴出口跑去，大蜥蜴怒吼着在后面追着。可就在陆泽即将跑出矿洞之际，大蜥蜴忽然浑身一颤，倒在了地上，是蛇毒发作了。陆泽又等了10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走到大蜥蜴旁，使用了分解术。你获得了蜥蜴皮蓝1，蜥蜴筋蓝1，蜥蜴的肝脏蓝1，锋利兽爪绿4，有毒蜥蜴肉5 kg，干净蜥蜴肉20千克，钥匙1。大丰收啊！光蓝色材料就3种，而且还有一把钥匙，也不知道干嘛用的，难道是开宝箱的？解决完了大蜥蜴，陆泽迫不及待地先跑到发光的果子旁边，伸手就摘了一颗。荧光龙眼，使用后增加10%的饱食度，恢复10点精力，永久夜视能力加1。竟然可以提供夜视能力，这简直就是自己干地天赋的最佳搭档。摘了，全给他摘了。几分钟后，树上的果实少了一半，陆泽背包里也多了一堆荧光龙眼果实，还有个大宝箱压轴呢，让我看看给我留了什么好东西。丁你获得了美味烤肉2000克，咖啡1袋，扩容背包设计图纸，蓝色技能书真实之眼，原币50。大丰收，大丰收啊，都是高级货。陆泽将设计图和技能书使用，扩容背包可以用来扩展空间，真实之眼则是一个很不错的探查技能。哈哈，今晚还真是收获满满，希望以后每次出来都是这样。回到小木屋后，陆泽呼呼大睡起来，再次睁眼已经是第2天的中午，看了下区域频道，这一天过去竟然少了200多人，这还没到3天呢，竟然就有这么多减员。新手期时间宝贵，陆泽随意吃了点东西，便背着石矛向着荒草原出发了。摸索着走了一段时间，发现路上只有零星的普通荒草，连茅草资源都没有。这地还真穷，和森林里的资源比起来，简直天差地别。这时，陆泽突然感觉脚下踩到了一个尖尖的东西，把脚硌得生疼。哎呦，这啥东西？他拿出背包里的铁锹开始挖，一会的功夫就给挖了出来。这是一个用暗红金属做的，只有普通宝箱1/3大小的箱子。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个卷起来的羊皮纸，一把带刀鞘的小刀。你收集到了一张这个世界的残破地图，系统的地图功能开启，以后探索轻松了不少。这个小刀是啥？永不磨损的小刀。这把小刀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反正砍瓜切菜应该没问题。永不磨损，就是永远不会用坏了。这玩意儿看着不像是个寻常物件。陆泽最后看了看地上空空的宝箱，对着它发动了分解术，分解不知名的宝箱，分解术等级提升，获得神秘的馈赠，幸运加1。陆泽急忙打开自己的属性列表查看，果然除了基础的属性外，还多了一行幸运的属性。还有这种好事，开门红啊！一会看看还有什么大奖在等着我。男人每天要挖48小时的矿，却被全废土奉为神明，只因他觉醒了3S 级干地天赋。在这个建造庇护所求生的世界里，他真的太强了。陆泽在荒原走了许久，终于在一种荒草中找到了一抹绿色，就连真实之眼也给了不错的反馈。竟然是止血草，好东西啊！以后再受伤也不至于没办法了。
陆泽将这一片的止血草都收入囊中。这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跑来了一只野兔，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加个餐。陆泽拿出弓箭就准备给他来一发，突然一个身影扑向了野兔，野兔被利爪按在地上，那怪物叼起野兔就跑没影了。这什么东西？速度也太快了吧！我绝对打不过他。小命要紧，陆泽跑跑停停半个多小时才回到庇护所，正寻思交易频道换点东西，结果一条私信发了过来：大佬，止血草怎么卖？救命！怎么被蛇咬了？不是，我今天刚发现的盐矿，然后就被躲在后面舔盐的猫给挠了，一直在流血。啊，是动脉吗？大佬，动脉的话，你可以给我收尸了，只是一条普通静脉血管，但是也经不住这么流啊。好吧，你用什么换？大佬，我用这个换行不行？蓝莓真没了。竟然是盐，可以啊，好几天都没尝过咸蛋了。很快，陆泽就用3株止血草换了10公斤盐矿。关掉私聊，陆泽打开窗户，静静等待12点的到来。咚咚咚，一道钟鸣声在天边响起。幸运的小虫子们，恭喜你们活过了这3天。当然，这3天也没啥难度。接下来我要交代几件事。首先，庇护所等级开启。第二，游戏中的各种各样的存在都会开始出现，你们的处境要危险喽。第三，交易规则修改，以后统一用元币进行交易。第四，从今天起，定期会举行一些区域活动，并开启活动榜单和积分榜单。好了，废土正式版本从现在开始运行。一声响亮的吼叫从不远处的丛林中传出，陆泽将地图放大，发现自己周围密密麻麻的多了很多的红点。还没等他多想，就听到咣当一声，一只野狗撞在了木门上。小小的野狗也敢撒野？眼见野狗就要再次攻来，陆泽在他扑在木门的一瞬间，手里的石矛快速刺出，精准的命中了野狗。丁击杀野狗，元币加12，你是第一个完成怪物狩猎的玩家，奖励自由属性点+1。好吗？还有意外之喜，幸好我动作够快。这时面板又弹了出来，是刚刚那个神秘声音说的区域活动。挖矿达人，这不正是我的强项吗？正好昨天刚发现的矿洞，今天再去一趟。等陆泽到了密林，发现一头大棕熊正在矿洞口不远处拍着树干，对着树上的蜜蜂窝流口水。拍了好一阵后，见没有把蜜蜂窝拍下来，不死心的趴在树下睡着了。陆泽小心的摸了过去，好在中间有树丛作为缓冲，才偷摸的进了矿洞。然而还没等他适应，一只半米长的黑色大耗子钻了出来，陆泽对着它就刺了过去。大耗子也感觉到了危机，飞扑在半空中的身体竟然硬生生的往旁边移了半寸，正好躲开陆泽的石矛，但也撞在了矿洞的岩壁上。这是啥呀？踢云纵，半空中还带转向的。陆泽有点懵，看着又扑过来的大黑耗子，只来得及一个驴打滚，狼狈的躲开了飞扑。快速起身后，他调整了战术，直接将石矛当成了一根棍子，狠狠的拍了过去。飞扑过来的大耗子被陆泽一棍子拍在了石壁上。丁狩猎黑石鼠，元币加10，兽皮1，鼠肉1000克。有了战斗的经验，接下来陆泽狩猎黑石鼠的速度越来越快。等干掉了10几只以后，陆泽终于到了龙眼树的矿道里。因为这里长期被大蜥蜴霸占着，所以其他怪物都没敢过来。叮叮当当开始挖矿，系统不断的刷着资源的获取信息。陆泽仿佛忘记了时间，饿了就吃，渴了就喝，不知道在矿道中干了多久，直到他做的矿稿都报废掉，这才停了下来。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这要是再被别人抄了，那我也认命了。陆泽疲惫的返程，在离庇护所只剩下几百米远的时候，陆泽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远远的看到有个黑色的直立身影正在自己庇护所不远的空地上站着。巨大的危机感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想都没想的就迅速躲进了旁边的草丛中，透过缝隙小心观察着远处的那个黑色身影。那黑色的身影有1人多高，离地20多厘米，飘在半空中。由于是背对着陆泽，他也看不清正面是啥。这玩意看起来比野兽恐怖多了，还好我有夜视能力，要不肯定得跟他撞上。这时，下午矿洞旁边的那只大棕熊摇摇晃晃地往陆泽的庇护所走去，紧接着那黑色的身影也动了，一个晃动间就飘出去10几米远，几次晃动就出现在了大棕熊的身后。那大棕熊也好像感受到了危机，扭头举起了熊掌，张着大嘴发出咆哮。可下一秒，它就像是被按了暂停键一样诡异的停顿在了那里。紧接着黑色的身影好像伸出了一只手，对着大棕熊挥了一下，让陆泽害怕忌惮的大棕熊就这么一点点化为了飞灰，随风消失不见。我的妈呀，这是什么战斗力？黑色的身影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事一样，扭头看了一眼陆泽的方向，然后晃动间消失不见。这一晚，陆泽做了一晚上的噩梦，梦里全是那是猩红的眼睛在无时无刻的盯着他，直到系统的提示音在耳边响起，陆泽才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丁我是挖矿达人活动结束，活动排行榜已更新。人灵穿越侏罗纪世界，我却意外觉醒3倍加速系统。当别人还在用原始武器的时候，我已经用上了泰克枪。我操，这什么情况啊？这是哪里？难不成穿越了？陈大炮扭头环顾了四周，发现自己手臂上长了一块小石头。紧接着，系统面板自动弹了出来，只见那面板上面罗列着陈大炮的种种属性，在右边还有6个空的装备槽。看到眼前这熟悉的界面，陈大炮的肝隐隐作痛起来。此时聊天系统的公屏直接炸开了锅。家人们，这是哪呀？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把渡渡鸟打晕了怎么办？急，在线等。尼玛，这怎么这么多恐龙啊？怎么回事？谁来救救我？我操，这个沙漠没有水啊！我要渴死了！我操，我又活了！这什么鬼？哇，还能复活的吗？这是游戏吗？不知道，死了有个身材妙曼的大姐姐给我复活了，说我还有9次机会。
看来这个世界死掉后还能复活呀！我觉得当务之急得先去搭建一个庇护所。在这个充满恐龙的世界，庇护所还是尤为重要的。废话少说，搞起！大炮很快就发现了一处石堆，随后大炮又来到了一个大树边。在收集了大量材料之后，陈大炮就开始制作起了最原始的工具。有了石镐，我们就可以获得碎石，制作更高级的武器了。嘿嘿嘿！陈大炮利用碎石制作了一把石斧以及防身用的长矛。有了这根长矛，应该足以应付低等级的恐龙了。卧槽！嗨，原来是渡渡鸟啊！我还以为霸王龙来了呢。这家伙看着傻傻的，不知道吃起来味道如何。对不住了，渡渡鸟。虽然你很可爱，但是我也要生存啊！收拾完渡渡鸟的尸体，大炮在原地就升起了一堆篝火，美滋滋的烹饪起了食物。作为一个方舟游戏时长800小时的萌新，凭借一己之力喂饱方舟所有食肉恐龙的玩家，这一次我必然要称霸方舟世界。大炮享受完美食过后，天气大变。这鬼天气居然开始下雨了，浑身上下只有一条裤衩，大炮被冻得瑟瑟发抖。真的好冷啊！不好，又有恐龙的脚步传来了。居然是方舟老实人傅志龙啊！此时灌木丛中飞影一闪，一只头顶冠子的小型恐龙追了。这家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双脊龙。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股黑色的液体从他的口中喷出来。好一口千年老痰，我傻。区区一条双脊龙也敢跟我打，简直是茅坑里点灯，你找屎！终于升到4级了，得给自己制作一身衣服了，不然真的要被冻死了。有了粗布衣，也算是给自己增加了一层保护。嘿嘿嘿，接下来得把这条双脊龙处理一下。紧接着，大炮利用石斧采集了些兽皮跟生肉。此时天色暗去，夜晚的森林危机四伏。又是新的一天，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升级。如果能寻找到笔记就好了，但是现阶段去找笔记升级，无非是痴人说梦。一旦遇到高等级的恐龙，我肯定要完蛋。还是去河边击杀一些渡渡鸟比较稳妥。小可爱们，来尝尝我的最新武器吧！嘿嘿嘿，等级提升到10级了，不错不错。现在咱们可以制作流星锤去驯服恐龙了。救命啊！什么情况？谁在喊救命？只见河对面有3个人被一条迅猛龙追。这该死的迅猛龙，为什么老是追着我们不放啊？谁来救救我呀？马奎大哥，你不是有弹弓吗？快点打他呀！我打个锤子，这破弹弓根本没伤害，还是快点跑吧。你们几个抓紧跳到水里游过来。迅猛龙害怕水里有食人鱼，它不会下水的。对面有人，咱们要不要下水啊？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殊死一搏了。我叫刘宇，谢谢你救了我们一命。不用客气，举手之劳而已。对了，你是自己一个人吗？是啊，我醒来就在这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你要不要加入我的部落？大家一起抱团，才能在这坑爹的地方活下去。好啊，我正愁没有同伴呢。人灵穿越侏罗纪世界，人类成为史前巨兽的食物，我却意外觉醒3倍加速系统。当别人还在用原始武器的时候，我已经用上了泰克枪。我看这地方不错，靠近水源，也没有发现食肉恐龙，我们就在这里搭建据点吧。当然可以，这地方我待了这么久，很安全的。我来安排下工作，阿杰你去砍树。好的，我这就去。刘宇去采集些浆果和纤维。好的。马哥，那我呢？咱俩去探索一下周围的地形吧，顺便搞些兽皮跟生肉。对了，马哥，你怎么升级这么快啊？都15级了，有什么秘诀吗？嗨，哪有什么秘诀，不就是被恐龙追得多了，经验就长得快吗？这样啊，看来我也得多出去转转了。马奎肯定是撒谎了。方舟世界里面，采集、制作，甚至是杀掉恐龙都会获取经验。马奎这个情况，明显是捡到了笔记。大炮还在思索中，前方就传来了阵阵打斗声。卧槽，又是迅猛龙！只见远处一只迅猛龙正在跟一头3角龙互送。
快，迅猛龙不敌，朝着大炮的方向开动。马哥，好机会啊！这只迅猛龙没血了，快用弓箭打它。好，看我极限操作它一波，受死吧迅猛龙！小小迅猛龙简直是不堪一击。即使迅猛龙被击败，还有一头高等级的三角龙。马奎不敢大意，又躲进了灌木丛。玩过方舟的应该都知道，三角龙是食草恐。见迅猛龙被击败，三角龙只停留了一会就走了。三角龙走了，我们把这头迅猛龙采集一下吧。我们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回去把房子盖起来。那行吧，咱们走。马哥，你们回来了，这2个箱子是我俩收集的材料，你看一下吧。这点材料肯定不能建起个木屋。大炮，你跟阿杰再去砍些木头吧，我跟刘宇把刚才的生肉烹饪一下。俩人来到森林里砍起了木头，由于俩人等级不高，还没点几下就满负重。阿杰，这效率太低了，要不咱们一边砍一边做吧，直接把成品给马哥送过去。你别自作主张，马奎会不高兴的，他是部落的首领。那好吧。对了，大炮啊，你知不知道这个恐龙是怎么驯养的啊？要是能整个迅猛龙型的，那不爽歪歪的。这货肯定把蓝图全点完了，估计点完才发现不知道怎么驯龙。这个我也不清楚，我猜测呀，肯定是要找到他们的蛋，给它孵化了，从小训练，那恐龙肯定就听你的了。扫在司内，原来如此啊！我看马奎等级比你高出4、5级，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马奎什么也没对我们说过。看来马奎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不愿意分享信息给部落内的同伴，这样互相提防，发展太慢了。差不多快天黑了，我们回去吧。回到营地后，马奎就开始制作起了木屋。今天资源有限，大家就先凑合着住吧。为了大家都安全，大炮你来守第一班夜。那行吧。这个部落太差劲了，一共就几个人还内斗，连信息都不愿意共享，这还怎么发展？自己必须得想个办法离开了。大炮，你带阿杰去昨天那个地方再打点生肉和兽皮回来。我跟刘宇今天给家里添置一些家具。好的，马哥。就在此时，天空突然传来了恐龙的叫声。我操，这是什么叫声？只见天空中一只翼龙飞快地跑。这就是翼龙吗？是的，刚才我好像看到翼龙的老巢了，要不要跟我去看看？算了吧，太危险了，我们回去叫上马奎一起去吧。要是恐龙蛋落在奎哥手上，咱俩可就骑不上喽。你要是害怕，我先进去看看。一直受到马奎的压迫，趁现在不如拼一把，万一有个恐龙蛋起步美哉。走吧，翼龙老巢在哪？跟我来。到了，就是前面这个洞穴。那你在这里等着我，我进去看看。其实翼龙有一对，我让阿杰来试试他会不会主动攻击。至于巢穴，不存在的。方舟里面龙都是监察着投放的，他们只会到处拉屎下蛋，不会筑巢。这啥鬼动静？只见阿杰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身后还跟着一条无齿翼龙。此时大炮拿出了偷偷制作的流星锤，准备受死吧，无齿翼龙！翼龙从空中掉了下来，直接压在了阿杰的身上。紧接着大炮一棒子就解决了翼龙。再看此时阿杰已经变成了一个包裹。阿杰这小子太倒霉了，居然被翼龙砸死了。这时大炮打开了阿杰的背包，里面还有些还没吃的熟肉。这个圆滚滚的是个啥玩意？哟，居然是个恐龙蛋，没想到真让阿杰碰到了。难怪这只无齿翼龙拼了命的攻击他。人兵穿越侏罗纪世界，人类成为史前巨兽时，当别人还没搞清楚情况的时候，陈大炮这个老六已经制作好了木筏，准备偷偷前往宿舍打野。阿杰偷了翼龙蛋，被翼龙砸死过后，马奎通过部落频道给大炮发来了消息：大炮，你没事吧？阿杰复活到家里来了。我没事。那行吧，记得早点回来。大炮，记得帮我把装备捡一下。好的，你放心吧。双方都挺有默契，并没有提偷蛋的事。天色也不早了，得抓紧回营地了。就在大炮回去的半路上，阿杰走了出来。东西捡回来了吗？捡回来了，我现在就把蛋给你。多亏了你才保住了这颗翼龙蛋。什么蛋啊？你们在说什么？马奎不知何时从旁边走了过来。没什么，我在夸陈大炮胆子大呢。是啊是啊，既然都安全了，咱们就回营地吧。三个人回到了营地，马奎率先开口：对了，阿杰，你掉落的东西都捡回来了吧？都捡回来了，我这就放到柜子里去。不用了，你都扔出来吧，让刘宇去放。你在外面累一天了。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抓紧给我扔出来，不然后果你应该知道。两人把背包里的东西都识趣的扔了出来，而大炮却偷偷留了一个流星锤。马哥，衣服就不用脱了吧？这衣服没有兜。是啊，马哥，我们就这么多东西，是吗？刚才在林子里，大炮是不是把什么东西给你了？没有啊。此时刘宇掏出弓箭，瞄准了阿杰。
马哥，不用这么绝吧？大家都是一个部落的，我也不想撕破脸。但是作为部落的一员，竟然私吞部落的财产交出来，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右边传来了迅猛龙的叫声。刘宇来不及反应，就被一条迅猛龙扑倒在地。马奎第一个跑进了木屋，剩余的2条迅猛龙分别向大炮跟阿杰追去。这迅猛龙简直是阴魂不散啊！这可咋办？有办法了，可以把这只迅猛龙引到之前那头三角龙的地盘。角哥，快来救我！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远人，三角龙毫不犹豫就把迅猛龙给顶死了。哎，多亏了这头三角龙还在，不然真的要遭殃了。方舟里面的食肉龙被杀死后，会有几率掉落战利品的，我得检查一下。一把原始弓箭跟3根石箭，不错。随后大炮又打开了部落日志，刘宇被击败，击败者迅猛龙74级。马奎和阿杰居然没有被击败，看来他俩有2把刷子。阿杰退出了部落，这货应该是弄死了迅猛龙，带着翼龙蛋跑路了。等他发现无齿翼龙蛋无法孵化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表情。马奎这家伙还没被击败，不行，我得回去看看。此时马奎干掉了一只迅猛龙，并且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把另一只困在了木屋里。就在马奎正在狂炫熟肉回血的时候，大炮偷偷拿出了流星锤。没想到马奎反应极快，一个闪身就躲开了。紧接着大炮又朝着马奎的方向射了3根石箭。你还有什么招数，尽管拿出来吧。妈的，哪个老六偷袭我？只见刘宇拉开弓箭，朝着马奎就射了过去。马奎身上的装备你去捡了吧，木屋快撑不住了。等一下，你为什么要帮我？先别管那么多了，抓紧解决掉屋子里面那头迅猛龙才是要紧事。大炮打开了马奎的背包，里面有一把弓跟28石箭。这只迅猛龙很厉害，等会儿我先扔流星锤，它肯定会躲，你照着它躲的地方扔。好的。木屋终究是被迅猛龙打破。糟了，没打中。刘宇转头看向了大炮，结果没发现他的踪影。迅猛龙，你不要过来啊！别怕，迅猛龙已经被我解决了。我还以为你自己偷偷跑了呢。那边还有2个大箱子，我们去分一下物资吧。今晚先待一晚吧，估计马奎也不敢过来。行吧，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这地方不能待了，天一亮就得离开。我已经解锁了木筏，我准备用木筏顺着海岸线往东边走。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不了，我要去寻找一下回去的办法。等大炮睡醒才发现，刘宇已经不见了踪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大炮赶紧检查了一下大箱子，里面的物资只少了小部分。这咋还有个便签？放心，没卷款跑路，只是想一个人转转，找找回家的路。哎，看来只能一个人发育。陈大炮来到了海边，开始制作起了木。随后大炮打开了地图，现阶段能安全发育的地方也就只有素食岛了。扬帆起航，前往素食岛。看过侏罗纪世界的都知道，霸王龙虽然厉害，但是跟苍龙比起来，那它就是个弟弟。现在我比较怕的是方舟世界里面的栗子鱼，这种远古时代的硬骨鱼，体长可以达到20-30米，在深海里也算得上庞然大物。这货看起来十分吓人，但是它不会主动攻击玩家，它只是对木筏有着特别的喜爱。不知道有多少萌新开心的驾驶着木筏，结果被栗子鱼袭击翻车，而且死在海里，包都不好捡。人灵穿越侏罗纪世界，陈大炮这个老六在去素食岛的路上，竟被栗子鱼给顶翻船了。陈大炮驾驶着木筏一直在海边行驶着。3小时过后，大炮从地图中间行驶到了素食岛对岸。在登入素食岛之前，我得驯服条工具龙，不然单凭我自己收集材料，实在是费时又费力。就在这时，一个浑身都是甲壳的奇怪生物爬了过来，居然是三叶虫，这可是好东西啊！紧接着，大炮掏出弓箭，一下就打着三叶虫。采集一下看看能不能出黑珍珠。运气不错，还真爆出来个黑珍珠。突然，右边传来了脚步声。这是什么动物的脚步？只见左边出来个像巨蜥一样的生物。哦吼！居然是方舟最胆小的生物涉足兽。这种生物只要有人打它一下，它就会飞快的逃走。这货明明战斗力超强，驯服后可以打得过同等级的牛龙，却如此胆小。大炮打开了这只涉足兽的属性面板，涉足兽72级，提供稀有蘑菇可以喂养。我雷个骚刚，居然要稀有蘑菇！这头涉足兽是驯服不了了，它只有爱心标志，看来附近还有一头涉足兽，我得去找找。大炮在不远处果然发现了一头涉足兽。涉足兽120级，提供紫色浆果可以喂养。这个牛啊，居然是满级生物。紫色浆果这种东西，大炮背包里就有。驯养进度条涨到了47%，看样子需要喂养3次。这次提示需要熟肉，刚好我背包里也有熟肉。驯养度来到了82%，紧接着最后一次喂养也。服了，居然要优质生肉！就我现在这实力，我去哪给你搞优质生肉？大炮只能驾驶着木筏继续沿着海岸边前行。就在前方，大炮发现了一群剑龙，在远处还有一头牛龙。这个牛龙可以掉落优质生肉，那边有3头剑龙，如果把牛龙引过去，他们肯定会打起来。
牛龙老弟，来打我呀！牛龙见到大炮后拼命的追赶，大炮直接钻进了剑龙堆里。大炮来到牛龙尸体旁边采集了一下，有了优质生肉，就可以驯服那头高等级的蛇足兽了。驯养成功了，大炮愉快的骑上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条龙。不错呀，180级，100%的驯养有效性，直接加了60级。既然你最后一口吃的是优质生肉，优质生肉外号大腿肉，就叫你大腿吧。大腿，给我打这只渡渡鸟！好家伙，果然不能自主攻击啊！大炮骑着大腿正在闲逛，迎面来了2头双脊龙。哈哈，有了大腿，我还怕你这2头双脊龙吗？现在工具龙也有了，出发素食岛。就这样，大炮跟大腿一同前往了素食岛。马上就要抵达素食岛了，希望不要遇到荔枝鱼。然而不出意外的话，意外不到。只见大炮连人带船直接飞了起来，最终沉入了大海。我这是在哪？难道我没死？大炮环顾了四周，发现自己跟大腿来到了素食岛。既然来到了素食岛，先去捡个笔记。大炮来到了素食岛的基地点，里面有一张笔记，上面画着一只猎齿兽，并且记载了它的习性特点。直接升了2级，现在29级了，还可以。据我了解，素食岛上有很多的铁矿，我先做个炉子，然后去采集些铁。有了熔炉，我们就可以烧制铁矿了。大炮拿着石镐来到了一块金属矿石面前，20块金属矿石应该是够用了。在烧铁的过程中，大炮又制作了个研磨器。有了研磨器，咱们就可以制作麻醉剑了。铁应该烧的差不多了，不错，7块铁够做金属镐了。金属镐这玩意比石镐效率高多了。另外，大炮还制作了一把金属斧，这下也算是进入铁器时代了。这就是雷龙啊！这看着比游戏里面还要震撼。我要是能驯服个雷龙就好了。言归正传，现阶段想要快速搞铁矿，用镐子肯定不行，还是得去驯服头甲龙。神灵穿越侏罗纪世界，陈大炮这小子却觉醒了3倍加速系，直接给自己打造了一身钛合金装备。现阶段为了要想高效率的刨矿，必须去驯服头甲龙。在去找甲龙之前，咱们必须搞些麻醉剑。紧接着，大炮利用起了研磨器，将腐肉跟黑色浆果混合在一起，就可以变成麻药。有了麻药，咱们再制作些麻醉剑。麻醉剑这种东西可是前期驯服恐龙必备利器。大炮在素食岛晃了一圈，终于找到了一头甲龙。72级的甲龙还不错，就你了。大炮拿出了最新制作的武器十字弩。在大炮疯狂的攻击下，甲龙最终扛不住晕了过去。此时甲龙显示出了驯服进度条。好奇怪啊，这个驯养进度条后面有个小小的加号，这跟原版方舟不一样呀。丁，恭喜宿主觉醒3倍加速系统，驯龙速度加快3倍。好家伙，3倍加速系统！我勒个豆，这驯服速度居然这么快！看来我陈大炮真的能称霸这片孤岛了。现在我要去驯服头无齿翼龙，我可不想再乘坐木筏离开素食岛了。被栗子鱼顶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大炮在素食岛上又寻找起高等级的翼龙。我靠，5级翼龙，你跟我俩闹呢？这等级太差了。145级的翼龙，我勒个豆，这咋回事？孤岛等级最高不是120级吗？这咋干到145级了？简直不要太离谱！这头无齿翼龙我要定了。大炮凭借3倍加速系，一麻醉剑就把无齿翼龙打晕了，3倍驯服速度已激活。不错，终于有翼龙了。经过这一阵折腾，大炮已经来到了38级。现阶段咱们可以制作甲龙鞍去挖矿了。大炮迫不及待地骑着甲龙来到了附近的一片矿石区。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获得300铁矿石。牛啊！100铁矿直接变成了300铁矿，这3倍系统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呢。大炮回到了营地，又查看起了刚刚驯服好的无齿翼龙。现在咱们再制作个翼龙鞍具，有了翼龙鞍具，咱们就可以飞天了。这飞天的感觉还真刺激啊！趁现在，咱们骑着翼龙去搞些水晶，没有水晶真的很不方便。大炮骑着翼龙从素食岛出发，一路北上，直接来到了一座山的山顶。3倍资源激活中，恭喜宿主获得150水晶矿石。150个水晶应该是够用了。这地方看着挺危险，赶紧撤退。忽然，远处的天空出现了一道蓝光，看来这是监察者们投放的空投啊！这道嘴的肥肉不能让他跑了，得去看看。大炮飞到了空投附近，只是极力护腿，有机聚合物的材质可以更好的散热。可以，这趟没白来。现在咱们还得去搞个手加神器。大炮又从山头上来到了沼泽。我来沼泽的目的就是来收集一些 X 植物的种子。
X 种子，把它种植在大型耕地中，会长出一株具有防御性的植物。这玩意儿对付目前的生存者足够了。回到家后，大炮就制作起了望远镜。有了望远镜，咱们就可以看远处恐龙的详细信息了。另外还制作了个烹饪锅，烹饪锅可以做出各种食物，并且每一种都有特殊功能。现在咱们还要搞些大型耕地。有了大型耕地，就可以种植 X 植物了。大炮在营地附近放了一个大型种植箱，并种上了 X。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生长速度加速3倍。好家伙，刚种上就长出来了，牛逼克拉斯！现在得给自己这身麻布衣升级一下了，这身衣服也就是御寒作用了。看一下铁矿烧了多少了，足足150块，不错，是时候升级一下装备了。防弹装备5件套，每一件都可以提供100点的护甲。有了这一身铁甲，再点1点生命值，就不怕遇到突发情况被秒杀了。另外，我还制作了一把长管步枪，这玩意可以发射简易步枪子弹和麻醉镖，比麻醉剑麻醉效果更强，而且对生物的伤害更低。现在咱们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视，距离我称霸方舟世界又近了一步。人灵穿越侏罗纪世界，大炮凭借多年方舟经验，直接驯服了一头阿根廷巨鹰，并在素食岛还遇到了一头稀有独角兽。咱们有了长管步枪，还得搞些弹药。大炮将煤炭放入研磨器与萤火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火药。紧接着再利用铁锭跟火药，就可以制作成长管步枪弹药。接下来我将计划前往死亡岛，这个岛屿可以说是与素食岛截然相反，这里只会刷新食肉恐龙，可以说是非常恐怖。很快，大炮就从素食岛飞往了死亡岛。我现在在死亡岛西南方向的一座小岛，这个位置基本上来讲不会刷新食肉恐龙，可以在这里当做一个临时基地。紧接着，大炮就忙活了起来。有了这个陷阱房，咱们就可以去找阿根廷巨鹰了。虽说阿根廷巨鹰没有翼龙飞行速度快，但是架不住老鹰的耐力血量都是碾压翼龙的，咱们必须搞一头。大炮首先利用翼龙抓了2头渡渡鸟的尸体，给扔进了陷阱房。老鹰这种生物最喜爱恐龙的尸体了，用渡渡鸟来当诱饵，再合适不过了。大炮来到了死亡岛的上空，利用望远镜寻找起了高等级的老鹰。这头老鹰125级，非常不错，就你了，小老弟来追我呀！没一会功夫，大炮就把老鹰引到了陷阱房附近。紧接着，大炮一个加速，直接就甩开了老鹰。当老鹰想要回去的时候，却发现了2头渡渡鸟的尸体。老鹰一头就钻进了陷阱房里面。此时，大炮再掏出石质天花，让虚影对其防，然后拍了下去。混龙防完成。很快，老鹰就发现了大炮。然而此时他已经是煮熟的鸭子，插翅难飞了。大炮凭借着3倍加速系统，直接就打晕了老鹰。驯服老鹰还得用大腿肉，这玩意可比生肉强多了。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驯服速度加快3倍。老鹰驯服好了，可以把陷阱房拆了。接下来咱们得制作个老鹰安具。现在咱们可以回家了，有了老鹰后期搬家啥的将会方便很多。差点忘了个大事，咱们可以去红树林找头新尾兽，不然没有挖石头的工具龙也很不方便。大炮又从死亡岛前往了红树林。这头虽然只有60级，但也能凑合用了。大炮直接用老鹰把新尾兽抓起来。红树林比较危险，用老鹰抓回素食岛再驯服比较稳妥些。然而就在返回素食岛的途中，大炮突然遇到3个人。救命啊！何人在此喧哗？只见陆地上有3个人飞快，后面还跟着一头100级的霸王龙。怎么倒霉的又是我，这该死的霸王龙！就在霸王龙即将追上来的时候，大炮骑着老鹰直接把刘宇抓了起来。老大，你有没有看到一头大鸟啊？你这不是废话吗？刘宇就在我前面被那头大鸟给抓走了。剩余的2人还在陆地上跑着，只见落后的那人掏出流星锤，直接前面那人给顿在原地。狗剩子，你小子居然暗算我，我巧立哇！你又救了我一次，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糟了，差点把那个家伙给忘了。你在这等等我，我去就来。对了，后山暂时不要去啊，等下回来给你解释。大炮这边骑着老鹰火急火燎的往对岸飞去，差点把新尾兽给忘了，好在这家伙还在。大炮直接就把新尾兽给扔在了素质沙滩上。你这是什么生物？阿根廷巨鹰，空中霸主，怎么样，帅气吧？可惜你不是我部落的，要不要重新考虑下加入我的部落？好，我加入。刘宇加入了部落，31级。走吧，跟我去驯服那头新尾兽。2个人又来到了刚才的沙滩，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驯服速度加快3倍，驯服成功。对了，你怎么搞到被霸王龙追的？哎，那天早上我看你睡着了，就没有打扰你。我带上了些必需品，准备去红色方尖碑找寻回家的方式。结果在入海口的时候遭到了地鳄的伏击，直接就挂掉了。再次复活后遇到了一个小型部落，然后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就遇到了那头霸王龙。突然一声马叫吓了2人一跳。我勒个豆，居然是独角兽！这玩意整个孤岛就一个，这怎么还有神话故事的动物？先别管那么多，咱都把它驯服了。想要驯服独角兽，必须得用胡萝卜。大炮悄咪咪的来到了独角兽的面前。人灵穿越侏罗纪世界，当别人沦为恐龙的口粮时，大炮却骑着独角兽带着妹子在素食岛潇洒。大炮骑着独角兽直接领着刘宇在素食岛逛了一圈。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没想到还能在这见到神话故事的动物。嘿嘿嘿，怎么样，好玩吧？对了，这跟花一样的植物是啥玩意？差点忘记跟你说了，这可是好玩意。此时天空中刚好路过一条翼龙 ，X 植物瞬间有了反应，对着翼龙发射了大量包，翼龙瞬间被粘住，没一会的功夫，翼龙就被击落了。我勒个豆，这植物还有这种效果呢！那是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呢。对了，还需要你帮忙驯的生物。驯什么呀？雷龙。我勒个豆，雷龙那么大，你能驯服得了吗？嘿嘿嘿，原来是不行，这不有你了吗？跟你开个玩笑而已，等下你来骑老鹰，然后抓住我，直接在空中无伤驯雷龙。哦，行吧。雷龙这种生物很容易被 X 植物误伤，所以驯服一头雷龙还是很有必要的。两个人配合好，就在素食岛空中寻找起雷龙来了。就在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头雷龙，刘宇驾驶着老鹰慢慢的靠近雷龙的头顶，接着就是对着雷龙发射大量的碎箭。雷龙失控后发现了大炮，由于攻击不到，雷龙也只能发出阵阵的怒吼。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驯服速度加快3倍。哎，终于把这头大家伙给打晕了。随后大炮又给雷龙背包里放了些姜。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驯龙速度加速3倍。此时大炮又制作起了雷龙鞍。好家伙，真够大的，有了它可谓是手加利器，嘿嘿嘿。虽说有了雷龙，但还缺个保安。你要啥恐龙当保安啊？走吧，跟我去了你就知道了。大炮骑着老鹰，刘宇骑着翼龙，又前往了南部群岛。就是这里，快看地上。只见地面上有3头迅猛龙，其中一头还冒着雾气。想必冒着雾气的那头就是首领吧，就抓这头来当保安了。大炮找个地方又建造了跟上次一样的困龙。好了，咱们去抓迅猛龙吧。刘宇骑着翼龙率先出击。迅猛龙在被遭受攻击之后，齐刷刷的看向刘宇。大炮趁他们不注意，直接就把首领给抓了起来，随后来到陷阱房上空扔了弹。迅猛龙还没明白什么情况，用力跳了一下也没能跳出陷阱房。嘿嘿嘿，进了我的陷阱房，你就别想出来了。随后大炮掏出十字弩一剑就把迅猛龙打晕了，随后又喂上优质生肉。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驯龙速度加速3倍，驯服成功。有了这头迅猛龙，素食岛这一片基本没人敢来了。两个人又飞回了素食岛，只见素食岛上有大炮驯服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恐龙这么多，喂食也不方便，直接给他们搞个食物槽。有了它就不用担心恐龙被饿死了。现在咱们要干嘛呢？咱们去搞些有机聚合物，有了有机聚合物就能制作低温舱了，不然这老些恐龙实在是不好管理。现在得去驯服尾齿鸟，那玩意可以帮我们收集有机聚合物。两个人又踏上了寻找尾齿鸟之旅。看看前面就有一头尾齿鸟，刘宇你去前面追赶，我在陆地上用流星锤伏击。刘宇骑着翼龙直奔尾齿鸟而去，此时发现刘宇的尾齿鸟加速的逃跑，就这样你追我，很快就进入了大炮的伏击范围。大炮此时又掏出了十字弩，尾齿鸟当场晕厥，紧接着喂上优质生肉。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驯服速度加速3倍。驯服好了，咱们可以骑着尾齿鸟去打黄昏鸟，那玩意能产出有机聚合物。俩人骑着尾齿鸟又去寻找起黄昏鸟。小小黄昏鸟简直是不自量力，准备受死吧！群军列阵，哈！没几分钟，地面上就堆积了大量黄昏鸟的尸体。此时大炮利用尾齿鸟收集了一波有机聚合物，这收集了8、9组有机聚合物应该够了。现在出发绿方舟。众所周知，绿方舟可以制作低温舱。大炮将材料放进了里，1分钟后，大炮就制作了5个低温舱。给你一个刘宇，这玩意可是好东西。这低温舱怎么用呀？你对着你的翼龙试一下就知道了。只见翼龙瞬间化为一道白光，钻进了低温舱里。好家伙，这不就是精灵球吗？差不多吧。通过方舟的都知道，一旦被朱鳄这个老六给偷袭，那基本上就要巴里 Q。俩人制作完低温舱就飞回了素食岛。回到素食岛后，大炮找了点材料，制作了一幅世界地图。然后在地图上标记出了3个位置，分别是地处南方群岛最南端的狗剩部落、热带河流交汇处的小黑部落和东部平原以东的马奎的部落。这都是大炮在回家的途中发现的部落。接下来我们再去一趟死亡岛，抓一只阿根廷巨鹰回来吧。路上顺便侦查一下马奎的部落，再给他找点麻烦。由于恐龙耐力有限，俩人飞到马奎部落附近休息了一会。我有一个计划，前面不远就是马奎部落的营地，咱把沼泽的牛鬼蛇神给引过去，让马奎好好喝一壶，怎么样？你小子挺毒啊！两个人四处勾引沼泽的动物，没一会的功夫，后方就有大量的蛇虫鼠蚁。最前面有2头迅猛龙，后面还有几只泰坦巨蟒，地面充斥着大量的巨型兵力。马上抵达马奎部落了，是时候甩开这些恐龙了。两人一个加速，成功甩开了后方的恐龙。由于惯性的原理，兽群浩浩荡荡的前往了马奎所在的部落。狗蛋哥，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啊？什么不对劲的？我劝你还是好好站岗，要是被马奎发现了，肯定少不了一顿数落。此时一头泰坦巨蟒率先出击，
我抄，这哪来的蟒蛇啊？俩人也只能躲在巨蟒后面瑟瑟发抖。没一会的功夫，兽群大队就围了上来。此时天空中，马奎骑着翼龙正往部落赶来。走吧，马奎骑着翼龙来了，这次马奎可得好好消化一下。嘿嘿嘿，俩人又飞往了死亡岛。大炮跟之前一样，又制作了一个困龙房，随后又找了头渡渡鸟扔了进去。俩人在死亡岛晃悠了半天。刘宇，快看地上！只见地上有一头15级的霸王龙正在跟2头迅猛龙打架。领头的这只迅猛龙等级不错，可以把这只驯服了。大炮一个加速飞奔迅猛龙而去，一个偷袭就把领头的迅猛龙抓了起来，接着一麻醉剑打晕。会上优质生肉，恭喜宿主触发3倍驯服系统。驯服成功，这头迅猛龙加上之前那头刚好1公1母，嘿嘿嘿。大炮拿出了低温仓把迅猛龙收了起来。此时聊天公屏炸开了锅。大炮、刘宇，是不是你们2个王八蛋把恐龙引到我部落来的？你俩小鳖孙，给老子等着！看来马奎也不是蠢货，应该是发现了我们。你还活着呢，刘宇，你个叛徒，故意勾引我们部落的人去送死，你最好洗干净脖子等着。你成叛徒了，刘宇。兄弟，你跟刘宇也有仇呢。是啊，这小妞也得罪你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咱们一起对付那2个杂碎。可以，你们部落在哪？我派人来跟你们结盟。不必了，你说下你们部落位置，我们直接过来。小老弟，你有点不诚心啊。呵呵，彼此，出售未孵化无齿翼龙的有意者联系。阿杰还在这骗人呢，别跟他们扯皮了。哦，行吧。随着天色暗去，俩人只好在死亡岛度过一晚。第二天一早，两人继续在死亡岛上空搜寻，就在前方出现了一头100级的雌性阿根廷巨鹰。大炮又将这头老鹰给引进了困龙房，随后盖上天花板，打鱼为优质生肉，一气呵成，训练成功。大炮掏出来了个低温仓，把老鹰给收了进去。咱们回去素食岛吧。俩人在回去的途中，顺便在马奎部落附近休息了一会。就在两人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个流星锤飞到了老鹰身上，奈何流星锤困不住老鹰，不好，有埋伏。两人飞快的骑上坐骑，打算开溜。就在逃跑的过程中，马奎带人追了过来。大炮、刘宇，果然是你2个小崽子，有种别跑！刘宇，跟我去沼泽。很快几个人就来到了沼泽上空。就在这时，马奎的队友忽然被猪鳄给叼走了。马奎还没反应过来，也被猪鳄给叼走。大炮两人急速的逃离了这里。刚才真的好危险啊！那个跳起来的是什么玩意？那个是猪鳄，可以把玩家从坐骑上面给弄下来。一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很容易被猪鳄偷袭。忽然水里钻出来一个恐龙。我抄，这难道是1齿龙？人民穿越侏罗纪世界，当别人沦为恐龙的口粮时，陈大炮这个老六却带着刘宇在河边掏河狸的老巢。这个1齿龙有什么用呀？这玩意用处大了，它相当于一个野生的空调。咱们老鹰也驯服好了，回素食岛吧。俩人又返回了素食岛，顺带还把1齿龙也给驯服了。大炮将驯服好的老鹰扔了出来，很快俩老鹰头上就显示出了爱心的标志。随后大炮给他俩打开了巡逻模式，只见一阵阵爱心飞出，没一会大炮就获得了一个冒红雾的鸟蛋。等这个蛋孵化出来，咱们就有2代的老鹰了，嘿嘿嘿。此时鸟蛋显示出了一个雪花的符号，明显此处环境太冷。只见1齿龙发出了一阵风，鸟蛋的雪花符号顿时消失了。看到了没？这就是野生空调，非常的牛逼克拉斯。那咱们现在去干什么？跟我去一趟红树林吧，我带你去找个非常可爱的生物。俩人来到了红树林，就是这里，咱们用望远镜好好找找。找到了，快看水面。只见水面上突然冒出来一个水獭。这又是什么奇怪的生物？这玩意是水獭，看我把它抓起来。只见大炮将老鹰从低温仓放了出来，并对着水獭发出了抓捕命令。你在这等着我，我去水里面搞些鱼肉。大炮不紧不慢地来到岸边，随后一个猛地就扎进了水里。大炮很快就来到了水底，只见水底有各种各样的鱼类，紧接着利用十字弩一箭就把一条鱼给击毙。嘿嘿嘿，鸡汤来了！驯服成功。这小家伙该不是当围脖用的吧？答对了，水獭围在你的脖子上，会给你提供很高的高低温抗性加成。除了这个，还可以用它帮你抓鱼、采集珍珠哦。怎么让它采集珍珠啊？我给你演示一下。水獭收到命令后就钻进了水里，不出2分钟，水獭就搞了一小堆珍珠。哇，小可爱真棒！水獭像有灵性似的直接蹦到了刘宇的脖子上。看来这个水獭很喜欢你啊！走吧，跟我去抄家。咱们部落已经这么有实力了吗？那是必须的。俩人来到一处木头堆起来的小屋，大炮查看了一下河狸窝。好家伙，足足400个水泥，全部拿走。两人拿到水泥后飞快的溜走。此时河狸窝钻出来个东西，疯狂的追赶着大炮。我靠，河狸居然追过来了，快跑！俩人费了半天劲甩开了河狸，总算安全了。咱们去趟火山口看看吧，那个地方有贡献神器的地方。俩人又飞往了火山口，大炮打开了贡品终端，上面显示需要喷火龙、大金刚和玉母蜘蛛的战利品。看来需要挑战了3个 BOSS 才能进去解开这个岛屿的秘密。现在在这也没什么意义，接着去别的地方逛逛吧。两个人来到了一个充满雾气的地方休息，突然雾气散去，迷雾中赫然有2个人。你们是哪个部落的？为什么擅自闯入我恐狼部落的领地？我们只是路过，雾气太大无法辨别方向，误入宝地，还请海涵。我们正在抓捕一只稀有的绵羊，全被你们吓跑了，留下你们的2只恐龙，你们可以走了。你俩简直是在想屁吃。是你吗，刘宇？怎么是你啊，段双双？你俩认识吗？当然，在刚穿越的那会，我俩就认识了。既然是熟人，那就好办了，去我们部落坐坐吧。几个人来到了段双双的部落。我们本来在这附近探索呢，顺便看一下雪山边缘能不能收集点毛皮。原来如此。此时，在刘宇身上的水獭发出了一阵叫声。
这滋滋乱叫的是个什么玩意？这小家伙是水獭，戴在脖子上可以取暖。看来炮兄对岛上生物了解不少啊。稍微懂一点。既然这样，我就开门见山了。不知道炮兄的水獭可否交易？我可以用其他物资来换。水獭不换，不过可以免费告诉你水獭的活动区域和获取方法。在告诉段双双水獭获得的方法过后，段双双也很大方的给了大炮2人500多的毛皮。多谢段兄，炮弟跟刘弟就此别过。2个人又飞往了雪山边缘。快看是石油，想要进入工业化时代，没有它可不行，得多采集一点回去。大炮很快就收集了大量石油。就在2人愣神的功夫，左边有个动物发出了一阵叫声。我了个大豆，是企鹅。听过方舟的都知道，如果被火箭筒给炸一下的话，基本就要完蛋。大炮在遇到企鹅过后，直接掏出了装有尾石鸟的低温舱。咱们再去找些企鹅，多搞些有机聚合物回家，直接把机床做出来。大炮来到了一群企鹅旁，企鹅老弟们对不住了，炮弟要略展身手了。有了这些有机聚合物，回去制作个机床应该没啥大问题。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回素食岛吧。此时马奎部落经历了上次的失败，可以说是怒火冲天。好你个陈大炮，我一定要报仇雪恨！我决定实行远征计划，准备攻打素食岛。马奎挑选了几名得力干将，驾驶着木筏前往了素食岛。此时再看小黑部落，弟兄们随我出战，攻打素食岛。小黑部落也驾驶着木筏出发了素食岛。好巧不巧，2伙人马在海上居然碰到了一起。对面敢问是小黑部落的兄弟吗？是啊，你难道就是马奎？哎呀，真是巧，你们也是来找大炮刘宇算账的吗？嘿嘿嘿，这不炮灰来了吗？等会先让他们去前面探路。忽然天空下起了大雨。马奎，要不我们生个篝火避避雨吧？互相不要离开篝火的范围，避免误会。此时在素食岛的陈大炮也发现了对岸停留了2艘船只，想必是马奎跟小黑部落的人马，看来他们要联合起来准备攻打素食岛啊。他们人那么多，等下过来可怎么办啊？他们要赶来，必须打他们个落花流水。回到营地过后，大炮就忙活了起来。有了它，就可以制作工业化的物品了。随着机床的启动，工业时代正式到来。大炮制作了一个火箭发射器以及若干发火箭助推榴弹。这玩意儿对付木筏简直是大材小用啊！另一边，2艘木筏已经准备跨过大海前往素食岛。突然，水里发出了轰隆隆的声音。你跑，水里有怪物，快跑！很快，小黑的木筏就来到了素食岛。此时，陈大炮拿着火箭筒走过来。陈大炮，你要干什么？嘿嘿，几个小喽啰准备尝尝本爷的大炮吧。嘿嘿，被炸成炮灰的滋味怎么样？此时早已经复活的马奎在天上看到了小黑被炮轰的情景。是马奎老弟吗？下来坐坐呀。好家伙，陈大炮这小子果然留了一手，也不知道哪搞的这么牛掰的武器。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嫂子先跑为妙。就在马奎逃跑的过程中，竟然跑到了 X 种子的攻击范围内 ，X 植物瞬间有了反，紧接着大量的孢子飞向了马奎，一脸懵逼的马奎瞬间就被孢子粘住。马奎那伙人估计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来了。我现在打算下矿洞去拿神器，想要下矿洞必须要有个趁手的恐龙。大地懒这种生物下矿洞再合适不过了，咱们去红树林寻找大地懒吧。在去之前，我要制作点东西。大型捕兽夹，不管是生存者还是生物，踩到这个东西会跟被流星锤捆住一样动弹不得。另外，我还制作了一些金属广告牌，配合捕兽夹驯服大地懒，可以说是万无一失。2人来到红树林，利用望远镜寻找起了大地懒。这头大地懒80级，等级不错，就你了。嘿嘿，大地懒老弟，来追我呀！大炮很快就将大地懒给引到了兽家附近。此时，陈大炮放上了金属广告牌，嘿嘿，这下你跑不了了吧？被困住的大地懒也只能发出无能的咆哮。随后，大炮掏出10字弩照着大地懒就是一发麻醉箭。嘿嘿，驯服大地懒虽说用肉跟浆果都可以，但是论效率还得是用蜂蜜，而红树林刚好盛产蜂蜜，去找一些。随即，大炮又在红树林寻找起了蜂巢。嘿嘿，找到蜂巢了。此时，一只蜜蜂钻了出来，蜜蜂直接对着大炮就发起了攻击。你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尝尝我最新制作的武器吧。嘿嘿嘿，蜂蜜来了！驯服成功。驯服好过后，大炮就带着刘宇跟大地懒来到了红树林中间的毒气矿洞，准备拿取神器。人民穿越侏罗纪世界，人类沦为恐龙的口粮，而陈大炮却凭借着大地懒轻松获得了毒气矿洞的能力神器。在进入毒气矿洞之前，我必须做点防护。氧气套装，这玩意虽说没有防毒面具效果好，好在它的制作材料简单，还具有一定的防毒效果。毒气矿洞，顾名思义，充满了毒气。刘宇，你在门口等着，我跟大地懒下矿洞去拿神器。由于洞穴入口太小，大炮只好先用低温舱把大地懒带进毒气矿洞。陈大炮凭借多年方舟经验进入毒气矿洞，已经是跟回家一样简单了。
随着持续的探索，大炮放出了大地蓝以防万一。就在此时，一只大蜘蛛冲了过来。大地懒一个大电炮就给蜘蛛击败了。只见大地懒突然冒出了大量的黄色雾气，这下激活了大地懒自带的 buff， 嘿嘿嘿，这下那神器岂不是轻轻松松？凭借着昆虫 buff， 大地在矿洞里击败了大量的蜘蛛。随着战斗结束，大炮查看了一下大地背包，这么多的肉跟甲壳素，这些肉简直要吃一辈子啊！此时大炮发现了一个笔记箱，泰坦龙，方舟最大的生物，体型跟一座山一样，而且拥有着100万血量。现在洞穴生物都被消灭完了，可以去拿神器了。很快，大炮就来到了神器的所在地。神器整体是黑色，但是身上布满了神秘的花纹，花纹中间隐隐透露出红色的光芒。嘿嘿，神器到手可以撤退了。现在神器也拿了，按照我们现在的发展速度，素食岛的金属根本不够用，我觉得我们得去火山口附近挖金属了。两人来到了火山口，这里果然有着大量的金属矿石。随即大炮扔出了甲龙，就开始逃跑。很快，火山口的矿石就都被大炮给采集掉。采集的差不多了，我们返回素食岛吧。两人又回到了素食岛，接下来需要用到大量的电路元件，电路元件可以用珍珠和精炼后的铁锭在机床制作，这个方法需要大量的珍珠，不如杀泰克龙来得快，得在这素食岛找找有没有泰克龙。好巧不巧，大炮真在素食岛上发起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泰克剑龙，嘿嘿嘿，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被我找到了。随即对着剑龙就是一麻醉剑，来来来，小龙龙尝尝美味的浆果，驯服成功。大炮查看了一下这头剑龙的属性，这头是雄性的，还差一头雌性的，我们再去找一头吧。很快，大炮又驯服了一头雌性泰克剑龙。嘿嘿嘿，接下来实行繁殖计划，多搞些2代剑龙。随着大炮一声令下，2头泰克剑龙开始繁殖。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大炮成功繁殖出了一大批的泰克剑龙。嘿嘿，有了这么一大批泰克剑龙，可以暂时解决电路元件的使用需求了。现在电路元件搞得差不多了，这个素食岛四面环海，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军是很有必要的。孤岛有3个神器，都在水下洞穴，没有强力的水中生物，下去就是找死。所以我准备去搞些鱼龙，鱼龙看起来尖嘴利牙的，但是它是和平驯服的生物，这家伙跟海豚差不多。大炮来到了素食岛中间的海湾，海水并不太深，大炮一个猛子就跳了进去。很快，大炮就在水里找到了一头鱼龙，紧接着掏出准备好的优质生肉，后一点也不带犹豫的一口就吞下，驯服成功。大炮来到陆地，给鱼龙制作起了安具。刚驯服成功，大炮就迫不及待地骑着鱼龙在水里乱窜。现在鱼龙驯服好了，但是这玩意没什么攻击力，我打算骑着鱼龙去寻找巨齿鲨。凭借着鱼龙，大炮很快就找到了一头巨齿鲨。不是吧，这头鲨鱼只有1级，挨着也太拉胯了，驯服了也没什么用。嘿嘿嘿，准备沦为鱼龙的第一个猎物吧。当这头1级的鲨鱼被击败过后，远处突然冲过来一头80级的巨齿鲨，打算攻击陈大炮。陈大炮凭借鱼龙的速度优势，一个加速就闪到了巨齿鲨的身后，紧接着掏出十字弩，对着鲨鱼发射了一发麻醉箭，鲨鱼当场晕了过去。小鲨鱼来品尝一下美味的生肉吧。驯服成功。很快，大炮就在海里组建了一支巨齿鲨小队。巨齿鲨有群体 buff 和流血效果，群体 buff 最多可以叠9层，叠满了10分恐怖。现在我打算再去搞些复制龙，那种恐龙有个特点，驯服好过后可以当雷达使用。全民穿越废土求生，开局觉醒3S 级天赋。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在干材料；别人吃饭的时候，我在干材料。能干就了不起吗？是的，就是这么了不起。我从地上爬起来，疑惑地看向四周，除了远处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山脉外，身边全是齐腰深的荒草。哈哈，卑微的小虫子们，欢迎来到极限求生游戏！你们能被选中，不知道是你们的幸运还是不幸。好了，其他的话我也懒得说了，你们自己看吧。游戏正式开始。我看了看四周，有些摸不着头脑。算了，来都来了，不如先体验一下吧。我点开聊天频道，此时正密密麻麻飞快刷着各种聊天信息。看来地球上的人都来了，人真是多啊。我点开任务选项，上面只有一个熟悉环境的任务。看来这3天就是新手保护期了，3天后应该会有危险降临，而且这个游戏中还有宝箱，这个要好好找找了。我最喜欢开宝箱了。最后我点开了背包，里面放着1瓶水、1块面包、2把工具、1个地基以及1块石头。地基应该是建房子用的，一会去找个好位置。最后那个石头是什么？随机天赋石，你太幸运了，只有少数人拥有天赋石，至于能开出什么要看你的运气喽。少数人才有的东西我有，这说明什么？哈哈，漫天神佛保佑，开个好天赋出来。你获得天赋，我是甘地，金色，你的肝比别人更强，你对资源的理解和使用也与别人不同。特性1，精力消耗比别人少 50%。特性2，黑夜中的存在感降低 80%。特性3，高级资源的获取和利用率增加 20%。这是金色天赋，黑夜存在感降低 80%， 岂不是说别人睡觉的时候我还能继续干？这也太适合我了。我打开区域聊天频道，发现大家也都在讨论天赋的事情，但大多数都是白色和绿色的，就连一个蓝色的也没有。难道真是自己太幸运了？不对，有点心机的大佬都会将自己的底牌藏着掖着，等着闷声发大财，可不能小觑天下人啊。关闭面板后，我便朝着山脉方向开始探索，那边的资源丰富一些，我准备把地基放在那边。路上看到一棵野草，我随手一把。茅草加1，基础生存物资，盖房铺床都要用到。既然是基础资源，那得多拔点，我拔。
茅草绿色加1，比普通茅草高级的资源，怎么用你自己猜。1个小时后，我一边走一边采集，一共采集到了2组乘20的普通茅草和4个茅草玉。太热了吧，这也不像新手手册里说的10天后寒冬降临的样子啊。咦，那是什么？此时离我几米远的地上静静地躺着一个木头箱子，这就是宝箱了吧？我谨慎地看了看宝箱周围没有什么守护怪之类的东西，还上前打开了箱子，获得了面包、可乐、弓箭的图纸1张。我没犹豫，直接点击学习。现在也没什么材料，制作等后面再说吧。半天过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海拔较高但地势比较平缓的小山坡，山坡旁边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汇入到山下不远处的一个湖泊中。前有照，后有靠，向阳通风，离湖泊距离适中，简直就是风水宝地啊！就这里了。选定地基直接使用。接下来就该制作制造台和庇护所了，材料还没齐，先去收集材料吧。我从背包拿出石斧，走向不远处的一棵大树，照着树干就劈了上去。砰砰砰，石斧过后，眼前的橡树消失不见。木材加1，距离庇护所又近了一步，继续，我砍。木材加1，木材绿加1，树胶蓝加1。哈哈，出货了，高级材料，还差点石头。继续，我敲。看着石稿也化为光点消失，我打开制作页面，点击制造台开始制造，过程需要5分钟。正当我准备躺在地上休息时，突然有了新发现，不远处的树木后面好像露出了一个方形的角，我连忙小跑了过去。发现铁质宝箱是否打开？那还用说，直接打开。你获得了午餐肉500克、麻绳图纸、技能书、分解术。竟然是技能书，还有肉。我直接学习了图纸和技能书，随后对着空了的铁箱子释放了分解术。你分解铁质宝箱，你获得了铁锭加2，还挺好用。这以后就又多了一种资源收集的方法。随着制造台的完成，我走到前，上面自动弹出来几个选项：庇护所、装备、家具、其他。制作庇护所需要不少木头啊！出发，去砍树。我砍。30分钟后，我满意的看着坐落在山坡上的这座木屋，虽然没有多精致，但是就是感觉踏实了很多。走到屋内，我用剩下的材料制作了几件家具，随后惬意的坐在床上看起了聊天频道，发现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为建造木屋收集起了材料。我连忙打开交易模块，果然，现在上面已经上架了不少东西在交易。碎石，这就是火石吧？刚才还想着怎么生火呢，这下不用钻木取火了。点击交易，2块碎石出现在了我的背包里。茅草现在这么缺吗？不应该啊，地上那么多草，随随便便拔点不就有了吗？我打开私聊，找到了那个用图纸换茅草的人。你好，你要用什么图纸换茅草？换多少？我做屋顶缺10个，这个是图纸的效果。橡胶用途很广啊，必须拿下。随着一顿砍价过后，我使用6个茅草加2个木材换到了这张图纸。加个好友，以后资源互换也方便。没问题，你是大佬，这么稀缺的图纸都有。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今天连开2个箱子，开出来2个一模一样的图纸，你以为我会拿这个东西来换资源？哈哈，大佬厉害。就在这时，屋中突然暗了下来，我朝窗外看去，一轮圆月缓缓升起，视野中也弹出了一个提示：天黑了，没事尽量少出门，不然你可能就回不来了。一股淡淡的心悸感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随后又消失不见。我思考了一下，走到门前，轻轻地推开了一个缝隙，果然，那股淡淡的心悸又出现了。看来天黑后外面还是有危险的，不知道弄个火把会不会好一些。全民穿越废土求生，深夜的荒原有着未知的危险。陆泽举着火把来到了西边的密林深处，可就在他沉浸在砍树的快乐中时，心头没来由的一阵悸动，下意识的挥动斧头迎了上去，随后便看见一个长条状的物体被劈成了2半。丁获得蛇肉200克、兽筋1、蛇毒10克、蛇皮1。太吓人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得罪了。就在陆泽惊魂未定之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竟然有一个黑黑的大洞，洞口结满了蜘蛛网。都说富贵险中求，我就进去看一眼，遇到危险了就赶紧跑路。陆泽举着火把狗狗碎碎的进入了山洞，刚进山洞，陆泽就被一个物体绊了一跤，爬起来才发现是一块石头，牢牢的长在地上。丫的，你绊我一下，我今天必须把你铲平了。叮叮当当几锤子下去，各种矿石的信息弹了出来，随着石块消失不见，地面露出了一个坑。奇葩的是，这里面竟然有一个木质宝箱。丁，你获得了面包800克、高温熔炉图纸1、原币5。原币好像是第一次开出来这个东西啊，应该是某种货币吧。继续往前走，没多久，他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只见矿洞深处竟然长着一棵会发光的树，树下还趴着一只浑身覆盖着鳞甲的蜥蜴，正在舔着树上的果实。这果实看起来是个好东西啊，不过这个大蜥蜴有点不太好惹，要不要先撤？就在陆泽准备战略性撤退时，突然又有了新发现，那个大蜥蜴的旁边竟然还有一个宝箱，散发着银白色的光芒。银色宝箱，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不走了，陆泽决定硬刚一波，他退回到刚才的矿洞，随后将之前毒蛇给的毒液吐出来，对着石矛涂了起来。一会能不能成就看你了，伙计。准备完毕，陆泽摸黑一点点的移动到了矿洞的阴影处，那只蜥蜴没有发现他，还在专注的啃着眼前的果子。可就在陆泽准备再次移动时，那个蜥蜴竟然爬了起来。不会吧，被发现了？大蜥蜴不是发现他了，而是刚才那颗果实舔完了，爬起来换了个位置舔下一颗去了。浪费我一颗果实，一会一定要你好看。放松身体，陆泽又缓缓前行，8米、4米、2米，就是现在。
锋利的石矛戳穿了蜥蜴的舌头，一阵剧痛让大蜥蜴痛苦地吼了出来。陆泽刚想把石矛拔出来，就感觉到毛上传来一股巨力，把他整个人甩飞了出去。妈呀，这大蜥蜴的力量未免也太大了点吧！大蜥蜴在原地甩了几下，终于把石矛甩了出去，看着远处的罪魁祸首，仰头发出了一声怒吼，随后迈着粗壮的大腿冲了上去。这也太有精神了，还能这么玩！陆泽此时也只能拼了，拿出另一只石矛，对准了大蜥蜴的眼睛就戳了过去。当当当，石矛戳在了大蜥蜴的头部鳞甲上，冒出来一阵火花，像是戳在了钢板上一样。好在这一击虽然没击中大蜥蜴的眼睛，但也把他给击退了回去。先不打了，这家伙太猛了，赶紧跑路！陆泽连忙朝着洞穴出口跑去，大蜥蜴怒吼着在后面追着。可就在陆泽即将跑出矿洞之际，大蜥蜴忽然浑身一颤，倒在了地上，是蛇毒发作了。陆泽又等了10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走到大蜥蜴旁，使用了分解术。你获得了蜥蜴皮蓝衣、蜥蜴筋蓝衣、蜥蜴的肝脏蓝衣、锋利兽爪绿4、有毒蜥蜴肉5kg、干净蜥蜴肉20千克、钥匙1。大丰收啊！光蓝色材料就3种，而且还有一把钥匙，也不知道干嘛用的，难道是开宝箱的？解决完了大蜥蜴，陆泽迫不及待地先跑到发光的果子旁边，伸手就摘了一颗。荧光龙眼使用后增加10%的宝石度，恢复10点精力，永久夜视能力+1。既然可以提供夜视能力，这简直就是自己干地天赋的最佳搭档。摘了，全给他摘了。几分钟后，树上的果实少了一半，陆泽背包里也多了一堆荧光龙眼果实，还有个大宝箱压轴呢，让我看看给我留了什么好东西。丁，你获得了美味烤肉2000克、咖啡1袋、扩容背包设计图纸、蓝色技能书真实之眼、原币50。大丰收，大丰收啊，都是高级货。陆泽将设计图和技能书使用，扩容背包可以用来扩展空间，真实之眼则是一个很不错的探查技能。哈哈，今晚还真是收获满满，希望以后每次出来都是这样。回到小木屋后，陆泽呼呼大睡起来，再次睁眼已经是第2天的中午，看了下区域频道，这一天过去竟然少了200多人，这还没到3天呢，竟然就有这么多减员。新手期时间宝贵，陆泽随意吃了点东西，便背着石矛向着荒草原出发了。摸索着走了一段时间，发现路上只有零星的普通荒草，连茅草资源都没有。这地还真穷，和森林里的资源比起来，简直天差地别。这时，陆泽突然感觉脚下踩到了一个尖尖的东西，把脚硌得生疼。哎呦，这啥东西？他拿出背包里的铁锹开始挖，一会的功夫就给挖了出来。这是一个用暗红金属做的，只有普通宝箱1/3大小的箱子。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个卷起来的羊皮纸，一把带刀鞘的小刀。你收集到了一张这个世界的残破地图，系统的地图功能开启，以后探索轻松了不少。这个小刀是啥？永不磨损的小刀。这把小刀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反正砍瓜切菜应该没问题。永不磨损，就是永远不会用坏了。这玩意儿看着不像是个寻常物件。陆泽最后看了看地上空空的宝箱，对着它发动了分解术，分解不知名的宝箱，分解术等级提升，获得神秘的馈赠，幸运+1。陆泽急忙打开自己的属性列表查看，果然除了基础的属性外，还多了一行幸运的属性。还有这种好事，开门红啊！一会看看还有什么大奖在等着我。男人每天要挖48小时的矿，却被全废土奉为神明，只因他觉醒了3S 级干地天赋。在这个建造庇护所求生的世界里，他真的太强了。陆泽在荒原走了许久，终于在一种荒草中找到了一抹绿色，就连真实之眼也给了不错的反馈。竟然是止血草，好东西啊！以后再受伤也不至于没办法了。陆泽将这一片的止血草都收入囊中。这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跑来了一只野兔，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加个餐。陆泽拿出弓箭就准备给他来一发，突然一个身影扑向了野兔，野兔被利爪按在地上，那怪物叼起野兔就跑没影了。这什么东西？速度也太快了吧！我绝对打不过他。小命要紧，陆泽跑停半个多小时才回到庇护所，正寻思交易频道换点东西，结果一条私信发了过来：大佬，止血草怎么卖？救命！怎么被蛇咬了？不是，我今天刚发现的盐矿，然后就被躲在后面舔盐的猫给挠了，一直在流血。啊，是动脉吗？大佬，动脉的话，你可以给我收尸了，只是一条普通静脉血管，但是也经不住这么流啊。好吧，你用什么换？大佬，我用这个换行不行？蓝莓真没了。竟然是盐，可以啊，好几天都没尝过咸蛋。很快，陆泽就用3株止血草换了10公斤盐矿。关掉私聊，陆泽打开窗户，静静等待12点的到来。咚咚咚，一道钟鸣声在天边响起。幸运的小虫子们，恭喜你们活过了这3天。当然，这3天也没啥难度。接下来我要交代几件事。首先，庇护所等级开启。第二，游戏中的各种各样的存在都会开始出现，你们的处境要危险喽。第三，交易规则修改，以后统一用元币进行交易。第四，从今天起，定期会举行一些区域活动，并开启活动榜单和积分榜单。好了，废土正式版本从现在开始运行。一声响亮的吼叫从不远处的丛林中传出，陆泽将地图放大，发现自己周围密密麻麻的多了很多的红点。还没等他多想，就听到咣当一声，一只野狗撞在了木门上。小小的野狗也敢撒野？眼见野狗就要再次攻来，陆泽在他扑在木门的一瞬间，手里的石矛快速刺出，精准的命中了野狗。丁击杀野狗，原币+12，你是第一个完成怪物狩猎的玩家。
奖励自由属性点+1。好吗？还有意外之喜，幸好我动作够快。这时面板又弹了出来，是刚刚那个神秘声音说的区域活动。挖矿达人，这不正是我的强项吗？正好昨天刚发现的矿洞，今天再去一趟。等陆泽到了密林，发现一头大棕熊正在矿洞口不远处拍着树干，对着树上的蜜蜂窝流口水。拍了好一阵后，见没有把蜜蜂窝拍下来，不死心的趴在树下睡着了。陆泽小心的摸了过去，好在中间有树丛作为缓冲，才偷摸的进了矿洞。然而还没等他适应，一只半米长的黑色大耗子钻了出来，陆泽对着他就刺了过去。大耗子也感觉到了危机，飞扑在半空中的身体竟然硬生生的往旁边移了半寸，正好躲开陆泽的时髦，但也撞在了矿洞的岩壁上。这是啥呀？踢云纵，半空中还带转向的。陆泽有点懵，看着又扑过来的大黑耗子，只来得及一个驴打滚，狼狈的躲开了飞扑。快速起身后，他调整了战术，直接将时髦当成了一根棍子，狠狠的拍了过去。飞扑过来的大耗子被陆泽一棍子拍在了石壁上。丁狩猎黑石鼠，原币+10，兽皮1，鼠肉1000克。有了战斗的经验，接下来陆泽狩猎黑石鼠的速度越来越快。在干掉了10几只以后，陆泽终于到了龙眼树的矿道里。因为这里长期被大蜥蜴霸占着，所以其他怪物都没敢过来。叮叮当当开始挖矿，系统不断的刷着资源的获取信息。陆泽仿佛忘记了时间，饿了就吃，渴了就喝，不知道在矿道中干了多久，直到他做的矿稿都报废掉，这才停了下来。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这要是再被别人抄了，那我也认命了。陆泽疲惫的返程，在离庇护所只剩下几百米远的时候，陆泽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远远的看到有个黑色的直立身影正在自己庇护所不远的空地上站着。巨大的危机感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想都没想的就迅速躲进了旁边的草丛中，透过缝隙小心观察着远处的那个黑色身影。那黑色的身影有1人多高，离地20多厘米，飘在半空中。由于是背对着陆泽，他也看不清正面是啥。这玩意看起来比野兽恐怖多了，还好我有夜视能力，要不肯定得跟他撞上。这时下午矿洞旁边的那只大棕熊摇摇晃晃地往陆泽的庇护所走去，紧接着那黑色的身影也动了，一个晃动间就飘出去10几米远，几次晃动就出现在了大棕熊的身后。那大棕熊也好像感受到了危机，扭头举起了熊掌，张着大嘴发出咆哮。可下一秒，它就像是被按了暂停键一样诡异的停顿在了那里。紧接着黑色的身影好像伸出了一只手，对着大棕熊挥了一下，让陆泽害怕忌惮的大棕熊就这么一点点化为了飞灰，随风消失不见。我的妈呀，这是什么战斗力？黑色的身影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事一样，扭头看了一眼陆泽的方向，然后晃动间消失不见了。这一晚，陆泽做了一晚上的噩梦，梦里全是那是猩红的眼睛在无时无刻的盯着他，直到系统的提示音在耳边响起，陆泽才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丁我是挖矿达人活动结束，活动排行榜已更新。重生回到末世前，就是一把火烧了佛寺的藏经阁，笑看108000册经书化为灰烬。女友骂我疯子，说要把我送进警察局，他却不知道7天后我也将因为这场大火成为只手镇压无数恶鬼的菩萨。只因前世诡异降临，只有那些末世前焚烧过纸房子和经书的人能活下去。我给我去世的妈烧过纸扎的房，因而幸运的获得了一座民房，民房可以抵御诡异。我在里面囤了几十箱泡面、几百个肉罐头以及上百包脱水蔬菜。原本凭借这些，我可以在诡异末世中很好的生存下去，但我错信了人，从诡异手里救下女友柳如烟和发小楚生，与他们分享我的食物，可他们却用棒球棍和剁骨刀将我打个半死，用我的血液和骨肉加固民房。他俩把我固定在绞刑架上，一滴一滴的放干了我的血，再睁眼重回末世前。这一世我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柳如烟和楚生有说有笑的走到我面前，我是你俩的亲妈妈，你俩说个话还得跟我打报告。气氛顿时变得尴尬，楚生脸上的笑容凝固了，柳如烟则是面色一变。庄必凡，你发什么疯？你说话能不能礼貌一点？礼貌不了一点。想起发疯，我顿时来了兴致，开始狞笑着翻白眼，盯着他俩。庄必凡，你没事吧？我好得很。柳如烟眼珠子一转，不怀好意的说道：你肯定是因为最近压力太大了，精神有点不正常，需要休养一下。阿生家里有一套乡村别墅，环境特别好，正好适合你。是啊，必凡，你这样真挺让我担心的。咱们签个合同，我家的别墅和那边一大块地都归你，你家别墅就给我吧。等你病养好了，随时可以回来住。这俩人真是人才，被我吓了一跳，还不忘骗我家的别墅。不过末世里大别墅还真不值钱，因为这里诡异极多，十分危险。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我不坑他一把，对不起他的这份热情。我假装思索片刻，皮笑肉不笑的说道：我怎么能让阿生吃亏呢？我这只不过是一栋别墅罢了，阿生那可是他祖上传下来的宅子。那你怎样才肯换？你是我发小，我吃点亏没什么呀。换我家的别墅很简单，用纸房子就行了。柳如烟和楚生听懵了，什么是纸房子？就是用纸做的房子，白痴。这俩人对视一眼，肯定是觉得我才是那个白痴。楚生赶紧答应，好，谢谢了，必凡你真好。没等他高兴，我伸出3根手指，我要3000个纸房子。要这么多纸房子干什么？你管我干什么？我烧着晚。无论是再大再豪华的别墅，在末世中都是一文不值的，但纸扎的房子焚烧之后会变成民房，能抵御诡异，是末世中最宝贵的东西。3000个纸房子焚烧之后可以连成一座名城，到那时我便是名城城主。楚生纠结片刻，最终点头道：3000个就3000个。一般的纸房子我不要，必须得是老棺材铺子里用荒纸扎出来的。扎纸房子的师傅还必须得焚香沐浴，3拜9叩。庄必凡，你差不多得了啊！楚生可是你发小，你怎么能提出这么多无理的要求？楚生眼中满是纠结，最终咬牙做出了决定。好，我答应你。我满意。
意一笑，高规格的纸房子得1万元一个，3000个就是3000万。我这次不仅能够一次性花光楚生的存款，柳如烟作为楚生的舔狗，肯定也得掏空他那点可怜的家庭。楚生与我达成约定之后，拉着我去公证处签字画押，生怕我反悔。路上，柳如烟鄙夷的看向我，这个二傻子还以为我彻底疯了。到了公证处，签完合同，楚生嘴角都快要翘上天了。随后他为了让我家的大别墅彻底属于他，开始竭尽所能为我搜集纸房子，很快就找到了能做扎纸房子的店铺。同城的陈记棺材铺子，老板是个老头，坐在躺椅上摇着蒲扇。他见我们进来，态度不冷不热的说道：“想要什么自己看看吧，都是古法手工制作，就是价格稍贵。老板有没有质量好点的纸房？”那老头看向我，颇为诧异。老头放下摇扇，站了起来，从铺子里面拿出了一个1米多高的纸房子。这纸房子砸得栩栩如生，只是用的黄纸，散发着果脯的香气，某些地方还用木质结构串联起来，用的是上好的楠木。这可是我精心制作的，一切按照古法。做之前要斋戒沐浴，焚香祷告，祖上说这样做能够沟通鬼神，这样做出来的纸房子可不一般。可惜现如今没人能欣赏这好东西喽。这纸房子好，如果按照上中下3等分类的话，怎么也得是中等偏上。我前世那个纸房子最多算是下等，强大一些的诡异就能攻破，而这种纸房子必须得顶级的诡异出手才有可能打破。我眼中闪过惊喜的光芒。这个纸房子多少钱？我要了。你应该也能看出这纸房子做工用料不错吧？这东西可是很贵，这一个15000块钱。要是你诚心想要的话，我给你打个折，12000块钱吧。怎么这么贵？贵什么贵？这纸房子的品质可太好了，绝对超值。我抚摸着这纸房子，满眼喜爱。小子，你可是太识货了。你要是买了这纸房子，我再送你一辆气派的纸扎马车。楚生在一旁看着，咬牙切齿，心里不断滴血。我瞥了他一眼，催促道：“快点付钱啊！愣着干啥？别墅还想不想要？”楚生咬牙付了全款。老板笑开了花，拉着我的手给我介绍其他东西。不用介绍了，还有没有纸房子？我们全买了。老板瞪大了眼睛，赶忙又拿出来几个纸房子。先生，这可是我压箱底的了，特别是这个是我留给我自己的，你要是喜欢就全拿走。总共5个纸扎的民房，我全部收下。楚生脸色铁青，但为了价值上亿的大别墅，他只能忍着。接下来我带着楚生这个小跟班走遍全国的棺材铺子，把几乎所有老棺材铺子的库存买光，还勉强凑齐了3000个纸扎民房。我雇了10几辆卡车把这些东西拉到焚化厂，看着焚化厂的滚滚浓烟滔天，楚生和柳如烟一脸心痛，这烧掉了他俩3000万。柳如烟把自己爸妈的棺材本都要出来，真是个大孝子。与他俩的心痛不同，我哈哈大笑。末世还有8天降临，我即将拥有一座名城，不过这还不够，只是龟缩在名城之内我并不甘心，我有一个更大胆的计划。末世之中，我曾经见过有人以一己之力对抗诡异，他凭借的是燃烧古籍获得的道法神通，我要获得尽可能多的神通来对抗诡异。这世间哪里古籍最多？天下第一佛寺啊！方丈，贫僧来也。好这是哪？欢迎来到荒野求生，这是一个没有期限的游戏，而你们的目的就是活下去。脑海里突然出现的声音把3金吓得立刻从地上跳了起来，极度的饥饿感让他身体晃了晃，差点没站稳。眼前出现一个光幕，一排排字迹伴着声音缓缓出现。1.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类文明，除了你们的同类外，就只剩下各种恐怖生物。2. 荒野每天的时间为24小时，固定为白天12小时，夜晚12小时。当夜幕降临时，你最好乖乖的待在屋子里面。3. 每天0点，你们的根据地将会随机降落在荒野的一个位置上。当2处根据地相距不远时，那么恭喜你，你今天有邻居了。如果你和他都不喜欢吃人肉的话。4. 荒野之中存在各种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动植物、食物、材料、宝箱。别以为拿到宝箱就是欧皇了，那里面也可能是毒气弹。这个老爷我真的服了。5. 每天每人探索的距离有限，根据地等级越高，探索越远，前提是你能在白天跑一个来回。6. 荒野之中没有一处是安全的，包括你自己的房子。如果你能在屋子旁边都种满豌豆射手的话，我收回后半句话。7. 嘿嘿，没有7了，祝你好运。奇怪的声音刚落下，3金已经感觉自己马上就要饿嘎了。他喘息粗气，环顾四周，这是一个土墙屋子，一面土壁上镶嵌着一扇木门，唯一的光亮是从屋顶上渗出来。恭喜玩家发现垃圾根据地茅草屋，相信我，现在所有人都住在这样的地方，包括世界首富和米国总统。管他什么茅草屋，现在我需要食物和水。对了，木门旁有一个木箱，里面肯定有东西。他双眼猩红的扑向木箱，又是一道声音出现。打开木箱，可能产生食物、工具、武器之中的一个，宿主可以排除任意一个选项。还能排除的？那就排除工具。排除选项后，木箱缓缓打开，半瓶矿泉水和一片面包在白光中浮出来。他连忙取出狼吞虎咽的吃了下去，整个人才感觉活了过来。这时白光中又似乎有东西浮现，那是一块怀表和一本古朴的牛皮笔记本。恭喜玩家获得普通笔记本，翻开它吧，里面有你想知道的一切。3金把怀表揣进兜里后，翻开了笔记本。第一页上绘制着一个茅草屋，左下角标注着一个升级按钮。他尝试着点了一下，是否升级为小木屋？耗费材料：木材100份，绳索50份，小木屋图纸1份。很显然，3金现在什么都没有。继续翻下去，第2页显示的是图纸按钮，依旧什么都没。但打开第3页的时候，突然涌出了无数的信息。
二哈，那么大的蟑螂，这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吗？看着不停刷新的消息，三金这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来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继续翻到第4页，上面写着商城2字，左右两边各标注着售卖和购买，但点击进去发现空空如也。看来这是让我们交易的地方，目前应该还没有求生者拥有可以交易的东西。咦，后面的页面怎么翻不动了？算了，趁现在还有体力出去看看再说，总不能就在这里面等他吧。三金一咬牙，将笔记本放进贴身衣兜，走到门口准备推开门，手接触到木门后，一个提示框出现。推开门可能遭遇野兽领地、资源之地、荒芜之地、藏宝之地，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这都能排除？也不知道那个被大蟑螂包围的家伙怎么想的，居然不排除第一个选项。排除掉野兽领地后，木门被推开了，门外似乎是一片荒地，只有几棵小树，他视线只能看到几米的范围，除外的地方像是被雾遮住了。请选择东南西北其中一个方向探索，选择方向之后不可改变，你只能往前或者倒退。天朝儿女，紫气东来，那必然东方啊。三金选择之后，眼前的景象就开始旋转，直到他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眼前可见的范围依旧只有2米左右宽，但长度变化目测不短，且几米开外就有一个木质宝箱安静地待在地面上。本次探索时间剩余11小时45分钟，探索距离100米，请玩家尽快探索。宝箱，他立刻跨出木门，来到木箱旁，伸手准备打开时，系统播报响起。玩家石安第一个开启木质宝箱，木质宝箱排行榜开启。听到播报，三金立刻掏出笔记本，原本后面翻不动的页面又能翻开一页，上面正好显现出木质宝箱排行榜几个大字，而聊天页面也沸腾了。看来找到木质宝箱的人不少啊，但是竟然需要钥匙吗？那我赶紧找找。恭喜玩家路人甲成为本游戏第一个死于宝箱陷阱的玩家。这条播报让聊得火热的聊天页面突然安静了下来。路人甲就是刚才说找到了钥匙的那个人，他的头像此时也灰暗了下来。许久才有人问道：他真的嘎了吗？许久了都没有人回答他。三金深吸一口气，放好笔记本，蹲下看着木质宝箱，缓缓把手放了上。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基本物资、生存套装、高级宝箱钥匙、建筑图纸，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提示：宝箱打开将会随机从中选择2个选项。还好，那肯定选宝箱陷阱啊。不对，如果可以排除陷阱的话，路人甲为什么会死于宝箱陷阱？难道只有我能排除选项？冷静，这个秘密不能暴露，以后排除选项在心中默念就行。对了，还需要钥匙才能打开木质宝箱。三金环顾四周，除了7-80米开外的一棵大树外，就全是沙土，能藏钥匙的地方明显只有宝箱底部。他抱着宝箱后，果然发现了一把木质钥匙。恭喜玩家获得精良级铁钥匙，绳索20米。绳索还行，但这锈迹斑斑的铁钥匙能干什么？不对啊，有铁钥匙是不是证明这附近有铁质宝箱？想到这，三金顿时眼前一亮，他抬起头看向前方，能看见的范围内只有一棵大树。他想了想，一把绳索扛在肩上，拿着钥匙往几10米开外的大树下走去。可围绕着粗大的树干绕了几圈，也没发现任何东西。难道推测错了？梧桐树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是否挖掘？此次挖掘可能触发发现宝箱，空空如也，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1个字，绝！我果然有金手指，这简直就是作弊，排除空空如也。排除后，三金连忙直接用双手在树根处挖了起来，不大的坑里果然是一个铁质宝箱。打开宝箱可能触发精良物资、精良生存套装、建筑图纸、高级宝箱钥匙，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那就只能排除高级宝箱钥匙了，今天不太可能找到高级宝箱。他扭动钥匙，咔嚓一声轻响传出，宝箱缓缓打开，里面映射出淡蓝色的微光。恭喜宿主打开铁质宝箱，获得生存套装精良，获得建筑图纸小木屋。木屋图指令说，这个生存套装来的很及时啊，背包、指南针、消防服、匕首、橡胶手套、水壶和口粮，每一个都能派上用场。除了最后这盒小雨衣。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打开铁质宝箱的玩家，是否公告全服？全服公告？这还让我怎么低调？不行。同意公告，我可以帮宿主把水壶装满纯净水。成交。恭喜玩家三金成为第一个打开铁质宝箱的玩家，铁质宝箱排行榜开启。荒野中某处，石安突然愣住了，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提示框，竟然有人找到并打开了铁质宝箱。他手里难以下咽的木屑面包突然更难吃了。爽，比喝冰可乐都爽，再吃点这口粮就能半饱了。对了，看看聊天频道里有没有其他人发现铁质宝箱。三金吃着东西，翻开笔记本，聊天页面讨论的热火朝天，但不是因为宝箱，而是受袭。救命啊！我的茅草屋被一头大象这么大的黑熊推翻了。看到这，三金下意识转过头，发现远处属于自己的茅草屋竟然在微微颤抖。他立刻起身背上背包，拿着消防服小心翼翼地往回走。玩家刨灰亦成为第一个死于野熊掌下的玩家。救命啊！那只熊已经快把我的墙拍塌了，我要不要逃出去啊？不要逃，千万不要逃！我刚刚从屋子里出来，那只熊就一直追着我，我爬上了树，它就在下面等我。
我想我是回不去了。打掉，只有把熊嘎了才行。说的容易，那可是一只200-300斤的野兽，怎么杀啊？看到这些消息，三金有些紧张的捏紧了斧头，轻手轻脚拿到茅草屋旁，并没有发现黑熊。他又绕到另一边，顿时惊呆了。一只不到半米的萌物正拍打着墙壁。这特么的竟然是熊猫，还这么小，也太萌了吧！熊猫也抬头看向三金，突然站起身，抬着双手朝他跑去，跑到一半还啪叽摔了个狗屎巴，然后哭了起来。想了想，三金还是决定扶这个看起来聪明的家伙一把。看着毛茸茸的熊猫，他的手不由得抚摸上了对方的头顶。恭喜宿主收服宠物熊猫，未命名。宿主成为第一个收服宠物的玩家，第一个度过受袭的玩家，是否公布？突然的2个提示音把三金吓得手一抖，差点给熊猫薅成秃头。我做了什么？就收服了宠物了？这受袭会不会太儿戏了？还是说我是天选之子？公布这件事吗？我倒要考虑考虑。再次询问宿主是否公布，公布后可获得木屋建造材料。成交。全服公告后，系统承诺的奖励也发放了。恭喜玩家三金收集满木屋升级材料，木材100%，绳索50%，小木屋图纸1/1，是否立刻升级？升级为木屋可能触发，升级为普通红木木屋、金丝楠木木屋、黄花梨木屋、沉香木屋、混合型木屋，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哟，这也能排除？那必然排除红木木屋啊，其他的听起来就很结实。木屋建造中，需耗时10分钟，请玩家稍等。开奖还有10分钟，三金席地而坐。聊天页此时有不少人艾特自己，愿意用各种物品换取收服宠物的方法，其中石安发来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图纸，我用木质加工台的图纸来换收服方法，快！现在就要！只换了他一句话，石安一言难尽地看着对话框里的收服宠物方法，然后又抬头看了看几乎要破门而去的巨型飞熊，最终忍不住大骂：这老六我真的服了！混蛋！我跳起来也摸不到这东西的头顶啊！不行，我绝对不能出去，绝对是三金那家伙骗我的！石安破口大骂，但不影响三金又和其他几人达成了交易，又收获了5瓶矿泉水、2盒肉罐头以及一把木质钥匙机宝箱。混合型木屋，外部采用金丝楠木，保证了建筑的坚固。底部采用了黄花梨木板，内部采用的是沉香木点缀，保证了驱蚊防虫。这混合型木屋会不会太奢侈了？走，小白，跟我进去看看。三金抱起圆滚滚的熊猫，推开门走进了木屋，顿时一阵奇异的气息钻进鼻腔，他感觉浑身舒适不已。你受到沉香气息的影响，工作效率+1，理智+1，睡眠质量+1。这小小的木屋竟然还有这种增幅效果，那我得赶紧看看下一等级什么情况。他翻开古朴的笔记本的住宅页，点击了小木屋下方按钮，将小木屋升级为1室2厅的木质住宅。所需耗费材料：木材200份，绳索100份，铁钉50份，木质住宅图纸1张。所需工具：铁锯、木锤。所需技能：掌握榫谋结构。提示：木质住宅提供向前10米，左右外扩1米的探索距离，并且免疫 F 级受袭带来的伤害。看来未来的受袭等级会越来越高，那快去升级住所迫在眉睫啊！可现在我一穷200一时半会根本凑不出升级材料啊！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拥有木屋的玩家，是否进行全服公告？对了，系统，这次公布的好处能不能是木质住宅升级材料？系统给出的奖励只能是宿主获得过的资源。三金思索了片刻，建造材料里他目前只获得过木材和绳索，但这2种不算稀有，完全可以在野外获得。而他急需的显然是铁。系统，铁箱可以转换为铁吧？正在熔炼中，消耗1个铁质宝箱，转换为10份铁块。宿主进行全服公告，可获得150份铁块，是否公告？是。恭喜玩家，三金成为第一个制造出小木屋的玩家。小木屋排行榜开启。三金翻到排行榜页面，目前有3个榜开启，分别为受袭排行榜、宠物排行榜、木屋排行榜。咦，宠物榜第1被人抢了，看名字好像是个女人啊，有点好奇对方收服的是什么宠物了。F 级受袭已结束，系统将根据受袭积分榜上的排名派发奖励。受袭积分榜第1名将获得铜质宝箱1、铜钥匙1，前10名玩家将会获得铁质宝箱1、铁钥匙1，前100名玩家将会获得木质宝箱1、木钥匙1。系统公告结束，一个闪着古铜色光芒的宝箱落在了三金面前，铜宝箱上还放着一把钥匙。他抱起宝箱回了木屋，刚踏进屋，就眼睁睁地看着一堆硕大的不明物体从小白的屁股处掉了下来。不要啊！你怎么能在我的沉香屋子里拉翔？我一定要揍你一顿！发现动物粪便，使用后有一定概率规避 F 级受袭，正在进行采集。系统的话让三金停住了罪恶的双手，他干咳2声，看着地上的翔缓缓消失，最后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恭喜宿主获得动物粪便，熊猫10。小白，刚才吓到你了吧？以后你放心大胆的拉，就拉在屋子里。说完，他又打开笔记本，在聊天页面发出去一行字：10份有大概率规避掉 F 受袭的物品，换取铁锯制造图、榫卯结构技能书，10份铁宝箱加钥匙，3个中任意一个都可交易，有意者可联系。
等着交易这段时间先开箱，希望能开出好东西吧。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适量物资、优秀级工具、优秀级建筑图纸、优秀级武器，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排除宝箱陷阱。3金扭动钥匙，一阵光芒过后，提示矿的背包里多了许多物资。恭喜宿主获得建筑图纸、土灶1、铁块50、木材100、黑土块50、矿泉水10、方便面5、火腿肠5。这些物资很难说，不是想让我煮碗泡面吃啊。他取出土灶的建造图纸，笔记本自动翻到了第一页，木屋周围亮了2格，正是土灶的大小。亮格随着3金的眼神移动到了正门旁。开始建造灶台，将消耗黑土块30，水5升。建造完成，建筑评分+5。宿主成为第一个开启铜制宝箱的玩家，是否进行公布？公布后可获得19份肉罐头。面对每一次的奖励，3金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奖励到账后，他走到土灶边，认真打量起来。光有灶台不行啊，还要有火种和一口大锅才行。对了，今天能探索的100米荒野还没结束，我再出去碰碰运气。他往背包里塞了最后2瓶矿泉水和1罐肉罐头，再拿上消防斧就出了门。小白见状连忙跟上，一人一熊越过了那棵大树，朝着剩余的20-30米的距离探索过去。可惜的是一路上非常干净，什么都没。3金叹气准备收工时，一个抬头却看见3个宝箱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宝物里。你已探索荒野100米，请及时返回。如强行探索，根据地将会被摧毁，你将成为荒野中的野人。这就到探索极限了吗？小白，你看到那3个箱子了吗？去，给我推回来。小白，对，就是你面前的箱子，一个一个推过来。小白回头看了3金一眼，他缓缓站起身，双手搭住铜制宝箱，然后开始往更远处推。住手！你这个笨蛋，是往我这边推啊喂！跟着我学。3金没办法，只能转身伸直双手，示范了一次。小白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向他，脑袋一歪，像是明白了什么。他围着箱子的走了半圈，然后重新往正确的方向推去。很快，铜制宝箱就被推到了3金脚下，接着又是铁制宝箱、木质宝箱，几个箱子都搞定后，小白邀功样的在3金腿上蹭了蹭。小白，你太棒了，等我开出好东西给你加餐。说完，他的眼神看向了3个宝箱，木质宝箱上赫然放着一把木质钥匙，但铁制宝箱和铜制宝箱的钥匙却不见踪影。他起身四处查看，最后不经意抬头间被一抹亮光刺花了眼。只见身旁树的枝桠悬挂着2把钥匙，距离地面有3-4米的样子。好家伙，真会找地方藏。他3下5除2的爬上树，伸手取下了钥匙，同时也隐约看见宝物里的另一棵大树上悬挂着一铜一铁2把钥匙。咦，怎么还有2把？如果能拿到的话，留着以后开宝箱用也不错。可是，在探索区域之外，小白也不会爬树。什么？你竟然拿到宝箱了？徐云简直要气炸了！明明他先发现宝箱，只是够不着才去制作工具，没想到却被人先弄到手了。我附近居然有别的根据地吗？邻居你好啊。好个屁！这几个箱子本来是我先发现的。熊猫宠物，你难道就是那个3金？那就好说了，你应该也看不上木质宝箱吧？你看这样，你给我一个木质宝箱，我跳民族舞给你看，不准哦？不服。那我怎么知道你跳的是哪个民族的舞？算了吧，我没兴趣。不过我们倒可以做个交易，你把你头上的2把钥匙给我，我给你木质宝箱。哼，你太过分了！一个木宝箱就想换铁钥匙和铜钥匙，干脆我再倒贴你一点物资得了。也不是不可以。我不想跟你扯了，木宝箱我也不要了，甚至还可以给你我自己的木质钥匙，一共3把钥匙，换你在聊天频道上说的可以规避受袭的宝贝如何？另外，我背包里的东西你也可以随意选一样。徐云大方的打开了自己的背包，里边1包方便面、1瓶矿泉水和1个火柴。他突然的转变然让3金吃了一惊，这女人怎么这么怕受袭，宁愿做出这样的让步。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我只好勉为其难的同意了。那就3把钥匙和那盒火柴，换一份规避受袭的道具，怎么样？可以说这个交易非常不公平，但徐云却一口应下，爽快的上树取下了2把钥匙，自己又搭上1把木质钥匙和1盒火柴，拿在手里看向3金。东西我准备好了，你现在至少让我看看那宝贝吧。你什么意思？年轻人别慌嘛，马上就给你看了。先吃点零食，你包里好像也有罐头，怎么不吃呢？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这可是求生啊，肉罐头是续命的，哪能当零食吃？徐云叹气，只能抱着手臂看着几米开外的3金，直到他吃饱，然后从笔记本的储物空间里取出一坨翔，装进了空的罐子里。好了，我已经把道具装好了，你把东西送过来，这玩意就属于你了。你耍我？罐子里装的难道不是一坨屎吗？这可不是普通的粑粑，而是我家宠物的粑粑，爱要不要吧？反正我也不是一定要你那点东西。别走，现在就交易。徐云咬咬牙，拿起棍子，用一根线把3把钥匙和火柴盒都绑好，穿过2人中间的雾层，递了过去。收到货后，3金也把罐头绑好，又递还回去。行了，交易完成了，那就各回个家，各找个妈吧。等一下，徐云一嗓子叫住了他，又快速转身回了3金看不见的地方，拖出来一头体型不小的棕熊。刚才我遭遇了2只野兽，这一只是战败的一方，让我捡了个大便宜。现在我想和你赌一次。这一刻，3金明白了对方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规避受袭的道具了。这女人竟然遭遇了这么恐怖的受袭。他转头抱着手臂，
想看看徐云要和自己赌什么。就赌开箱，这3个宝箱你拿回去也是要打开的，不如就在这里打开。如果你遭遇了宝箱陷阱，那大概率会嘎，到时候你的资源和宠物我会接手。相反，如果你开第1个没遭遇陷阱，我切1半熊肉给你；开2个，我1头熊都给你；开3个，我身上所有物资都给你。哈哈哈，这姑娘竟然和我赌开箱，这不纯纯送温暖来了吗？没问题，那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三金爽快的态度让徐云心生疑惑，但三金没有给他多想的时间，直接蹲下就把木钥匙插进木宝箱里。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基本物资、建筑图纸，你可以排除其中1个选项。三金在心中默默排除了宝箱陷阱后，打开了木质宝箱，一张木床的建筑图纸和3瓶矿泉水，一些木材绳索浮现，但他却故意大叫了一声。徐云伸直了脑袋，踮起脚往这边看，让我看看是不是遭遇陷阱了。三金忍着笑，拿起箱子里的物资，欠打的对着他展示，并指了指黑熊。徐云阴沉着脸，一边取出斧头切了1半熊肉，一边安慰自己：没事，还有2个宝箱，只要这家伙开到宝箱陷阱，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了。他又转身从看不见的距离外推出来一辆板车，面对三金意味深长的表情，徐云冷哼：怎么就允许你开出图纸，我就不能开出板车图纸了？我先把半只熊给你推过去，记得板车还给我。装着肉的板车在他的用力下轻松穿过了积木薄雾。三金取下熊肉后，又把板车推了回去。谢谢徐老板的馈赠，那我就继续打开第2个宝箱了哈。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基本物资、建筑图纸，你可以排除其中1个选项。没有意外，一份铁锅图纸、3瓶水和肉罐头，巧克力缓缓出现，又是一声夸张的尖叫，让徐云精神一振。怎么了？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嘎了？这个男人有特殊技能，在求生世界中可以100%安全开宝箱，没想到竟然有人送上门要和他开箱。哎呀，又让你失望了，还是被我避开了宝箱陷阱。看看这肉罐头和水，我都快吃腻了。现在你是不是也该把另外半只熊给我推过来了？在三金得瑟的语气下，徐云隐隐要控制不住气愤的表情了。他深呼吸了几口，把熊装上了板车，泄愤一样的用力推了过去。这木车我就先不还给你了吧，反正还剩最后1个铜宝箱，要是我开出宝箱陷阱死了，这木车也得由我的宠物给你推回去。要是我赢了，那你就把背包扔过来就行。少废话，你都赢了这么多了，还有最后1个宝箱，赶紧开！你不会怕死不敢开了吧？不用使用激将法，有什么不敢开的呢？你上赶着送给我的物资总不能不要吧？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优秀级武器，你可以排除其中1个选项。还是怕了吧？我看你运气究竟有多好，能次次完美避开危险。这铜质宝箱居然只有2个选项，按照提示，每个宝箱都会随机开出2个选项的物品，也就是说，这个宝箱换作其他人开，那就是必出宝箱陷阱。还好我能排除宝箱陷阱。选择之后，他转动钥匙，宝箱里的东西浮现，他又是一声尖叫。听到动静的徐云翻了个白眼，又乱叫什么？只要你这家伙没有倒地，我都不会信你中了陷阱的。徐云说完，像是又想到了什么，这家伙运气太好了吧，连开3个宝箱都死不掉。不行，我的物资不能给他了，快跑！他一转身抓起来，迈开腿就跑。可才跑了几步，尖锐的破空声擦着他的脑袋掠过，一枚箭矢唰的一声插在树干上，尾部的白羽还在微微发颤。看来我运气不错，开出了远距离攻击武器。对了，刚刚你不会是想要逃跑吧？当然不是，我这就把背包给你，别冲动。徐云再也不敢犹豫，返回探索边缘，用力将背包扔到三金脚下。那个，我可以走了吗？放心，我不会赶你，但是我现在又想看民族舞了。之前不是你说不想看的吗？混蛋！虽然内心抗拒，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跳了一曲。才被允许离开。回到根据地后，三金先是消耗了一定资源，将铁锅和木床分别铸造完成，获得了10分的建筑评分。做完这一切，他的肚子已经饿到咕咕作响。那就来做一份朴实无华的方便面吧。他先砍下一只熊掌，用木材烤至金黄，再丢入铁锅中煮出面汤，最后放进方便面，顿时飘香白。熊掌汤面，精良级，饱腹度加 75%， 享受度加 35%， 首次食用体质永久加1。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烹饪出精良美食的玩家，公告全服可获得50瓶矿泉水，是否公告？误草，误打误撞，竟然整出来一个精良级的美食，不仅有永久增幅效果，还能带来整整50瓶矿泉水的额外收益，怎么能不公布呢？恭喜玩家，三金成为第一个烹饪出精良级美食的玩家，开启美食排行榜。用铁斧凿出一双简易的木筷子，三金直接就着大锅吃了起来。他一边吃着，再翻开了聊天页面。精良级美食，那是个什么东西？怕不是什么烤蟑螂鼠之类的黑暗料理吧？楼上是不是傻？这种料理会被系统判定为美食吗？我猜胡大佬应该是获得了什么珍贵的食材，所以才烹饪出了精良级美食吧。气死我了！凭什么啊？那明明该是我的东西。三金吃饱喝足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黑之时屋外危险等级急速上升，所以他直接抱着小白爬上空荡荡的木床，眼一闭睡了过去，直到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卧槽，小白，你这家伙舔我干什么？小白见他醒了，连忙用小短手指着门口，叽里咕噜像是在表达着什么。三金顿时起了床，走到门边，把手放了上去。推开门，可能遭遇一级受袭、野狼盛宴、梦魇入侵、神秘空投，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什么意思啊？我不开门，应该不会遭遇这些危险吧？
小白为什么要让我出去？算了，还是先看看其他人那里是什么情况吧。救命啊！我听见外面有狼嚎，该不是晚上还有受袭吧？应该不用管的吧？系统说了，只要我们晚上不出门，就不会有事的。不出门？怎么能不出门？这个世界饿得太快了，会饿死人的。我所有吃的喝的都用完了，再不出门，我可撑不到明天。楼上是牛比的表弟沙比吧？你白天不积累资源，现在到晚上了，居然还打算出门觅食？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兄弟，我支持你出去觅食，加油！石安这家伙明显就是想要别人先探路，看看门外会出现什么危险的吧。恭喜玩家沙子饼成为第一个死于夜袭的玩家。哦，看来确实很危险，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了。废话，用你说。马后炮，那个三金大佬在吗？请问你怎么看这件事？突然被艾特，三金思索了片刻，还是打下一行字：夜晚的荒野里除了危险，也是有资源的，概率问题罢了。经过之前的事，部分人都对三金有一种莫名的信任。他的话让聊天页面安静了许多，不知道有没有人敢再次推开门。恭喜玩家徐云成为第一个夜行成功的玩家。这女人竟然成功了，不得不说她能力和运气都不错呀。那是什么？透过木屋的窗口，他明显看见天上缓缓降落下来一个十分明亮的物体，而且看这样子会掉在自己的探索范围内。这是空投，怎么朝我这里掉来了？那徐云得到的就不是空投了，难道还有其他奖励？看着不远的空投，三金内心很挣扎。空投里肯定是好东西，但推开门也不是100%安全。他又把手放到了门上，推开门可能遭遇宝箱重置、野狼盛宴、梦魇入侵、神秘空投，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赌一把，就算遇到野狼，我也有弓弩可以一战，那就排除梦魇入侵。吱呀一声，门开了，三金捏紧了手中的弓弩，飞快地朝着散发着强光的空投处跑去。但进了他却急刹住了脚步，一只2-3米长的狼也被亮光吸引了过来，一狼一人四目相对。他当机立断射出的这箭却没能一击毙命，受伤的狼突然抬头开始嚎叫起来。狼好，这东西在呼叫同伴，不能再待了，拿了东西赶紧撩。还好我跑得快，太他妈吓人了！对了，我的空投。开启空投将会触发精良优秀级技能书、精良优秀级建筑图纸、精良优秀级工具图纸、精良优秀级武器图纸。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全是图纸，赚了！武器我已经有了，那就排除武器图纸。幸运女神给我一本技能书吧。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获取空投的玩家，触发双倍奖励。我操！双倍奖励，那还等啥？开！发现精良级技能射击精通，正在学习。恭喜玩家已掌握精湛射击技能。就这，怎么感觉没什么变化？难道要实践一下？中了！这可是漆黑的夜晚啊！我特么还闭上了眼。这精通射击竟然有自动瞄准的功能吗？牛皮啊！发现精良级技能榫卯结构，正在学习。恭喜玩家已掌握东方魔法榫卯结构技能。宿主成为第一个开启空投和学习技能的玩家，是否公告全服？公告后可获得神秘礼包一份。赚了！2个技能都是我现在需要的东西，公告吧。不知道这个神秘礼包会不会又是一份技能书？嘿嘿。我操！这就是神秘礼包，我特么的谢谢你啊！知道我颈椎不好，还给个硬枕头，送的很好，下次别送了。而另一边，聊天频道已经炸了，又是三金，这家伙到底是谁啊？空投，看来三金大佬没有骗我们，外面真的有资源。求一个3金的私聊方式，在线的，挺急的。组队夜行，有无胆子大的一起出去试试？别闹，我只想抱大佬的大腿，我会功夫瑜伽哦，身体超级柔软哦。3金大佬有兴趣可以联系我。看着眼花缭乱的消息，三金直接把笔记本往后翻了几页，夜行积分榜在倒数第2页，上面只有56个人的名字，前3个名字分别是三金、落井、织田中一。又是落井，这应该是个女人吧？竟然每次都紧跟在我后面，看来实力很强啊！夜行已结束，系统将根据此次夜行积分榜上的排名派发奖励。既然还有奖励，还是留着天亮再开吧。折腾这么久，也该睡会了。系统将更新 1.1 版本，更新内容开放系统商城，具体信息如下，请各位玩家仔细阅读。还有奖励，目前的3个宝箱排行榜：建筑、全职、美食、宠物、空投排行榜，一共8个排行榜。除了宠物排行榜之外，剩下的榜首都是我。也就是说，明天我就能获得75枚金币了。为了稳妥起见，三金又拿出笔记本，每个榜都查看了起来。宠物榜第一是落井，他一直都知道，但翻到木宝箱排行榜时，他气得瞪大了眼。第一赫然变成了小日子过得不错的织田中一。卧槽，小日子搞偷袭是吧？对了，我好像还有一个木宝箱没有开啊，织田同学赌一把喽。打开宝箱可能触发技能书、基础物资、建筑图纸，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这时聊天框抖动，有人艾特他。呀，三金大佬怎么还不出来呀？是不是忙着去找木宝箱开奖去了？任你再牛逼，
也还是有2个榜是老二，气不气啊？你一天是没事干嘛，净逮着我闻屎味儿？算了啊，睁大你的狗眼吧！今天大爷我就教教你什么叫实力拿捏。排除掉基础物资选项后，3金毫不犹豫扭开了宝箱，一个本子和建筑图纸浮现，木质宝箱排行榜第1又被抽开了。我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邪性？说登榜就登榜了。发现垃圾技能砍柴。首先你需要一把斧子，其次需要一棵树，剩下的该怎么做？想必不用我教你吧？好家伙，果然不愧叫垃圾技能。希望另外的一份图纸不至于这么拉。我操！木质住宅图纸。建筑图纸，木质住宅相对于小木屋而言，这才是真正的根据地。3金小心地收起他心心念念的图纸。1天时间内，他已经收集了大半的建筑材料，看来很快就能拥有木质住宅了。这一次他总算安心地睡了过去。直到天大亮，脸上又传来黏腻的感觉。小白，别闹，我还想睡会。我操，你干了啥？这么多血迹！说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快速跑到门口打开门。熊此时只剩下了一堆骨头和很多坨小白排泄物。小白，你太过分了，过来挨揍！屋内的小白委屈巴巴地走了出来，蹭着3金的小腿。发现材料熊骨20份，精粮是否收集？发现熊猫粪便11份，是否收集？算了，小熊猫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便便也能换其他东西，说不定我还赚了，收集吧。排行榜名次奖励已发放，请各位玩家及时查收。听到系统的声音，3金拿出笔记本翻到新增的商城页面，个人余额显示为金币75，银币0，铜币0。一根木材才1铜币，挺便宜啊。那必须先把木质住宅和木质加工台的材料给买回来。经过一顿挑选后，他花了1金币，也就是1万铜币，购入2000根木材和1000米绳索，还有木锤等工具。但最后木具在商城中却查无此物，无奈木质住宅的工期只能往后推。8点到，请各位玩家做好探索准备。别催，早餐很重要。啊对，昨晚奖励的铜宝箱，美好的一天当然从开宝箱开始了。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优秀级工具、优秀级武器图纸、优秀级种子，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恭喜宿主获得神秘种子，优秀级10，铜锄头1。神秘种子，怎么看起来这么像西瓜子啊？这次的铜宝箱多少让我有点失望了，算了，先放一边吧，得出门了。推开门可能遭遇资源之地、荒芜之地，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推开门可能获得普通鱼竿、精良鱼竿、优秀鱼竿、神秘鱼竿，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鱼竿，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显然该排除普通鱼竿。门外赫然是一片蔚蓝无边际的大海，自己的根据地就在海边的悬崖边。检测到所有玩家已离开根据地，开启生存排行榜。恭喜玩家贝尔成为生存排行榜榜首。我去，贝爷竟然也来了。生存排行榜1，贝尔，资源评分129，预计可生存时间29天。2，3金，资源评分329，预计可生存时间13天。3，落锦，资源评分97，预计可生存时间11天。喂，我他妈资源分比贝爷多了1倍，凭什么我是第2名？就凭他吃的少。系统，我给你个机会，重新排榜。公告：因系统更新产生漏洞，生存排行榜将重新整理。区域管理员权限开启，恭喜宿主获得本区域的管理权限，每天可获得5金币的额外奖励。区域管理员还有工资，这是给我升职加薪了呀。所以管理员有什么权限呢？目前小区域评级 E， 管理员3金，管理员权限 F， 人数99，可管理系统聊天界面。此时生存排行榜上3金和贝尔的调换了位置，而远在一处荒漠中正在啃甲虫的贝尔愣了，手里的甲虫啪叽一声掉到地上。发干！我操！世界生存榜第2和第3的大佬都在我们这个小区域啊，牛逼！楼上说话注意点，现在是第1和第3。严重怀疑某人和系统有奇怪的交易，否则怎么可能更改排行榜啊？那是必然的，否则329分的资源是怎么来的？我拼了命才25分啊！求大腿啊！3金大佬、落井大佬，咱们一起钓鱼呀！我不是大佬，只是运气好罢了。3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一直在排行榜上紧跟在自己身后的女人在聊天频道发言。有了管理员权限后，他点击对方的发言就能查看了详细资料和坐标位置。这个世界上真有人能长成这个样子吗？怪我文化太低，只能夸一句，真你们的漂亮啊！重要的是距离我只有200米，这不得偶遇一波？本次探索时间剩余11小时40分钟，探索距离100米。因该区域特殊，所以固定探索方向为西正前方。这老六我真的服了，过分了呀！只能探索正前方，我还怎么偶遇小仙女了？算了，女色误人，我抽到的鱼竿怎么还没到账？什么玩意这么亮？卧槽，到底那金光是什么？有没有大佬能看清楚的？
不知道，我在海边看着好多鱼都围了过来。我也看见了，居然还有美人鱼，长得贼好看。靠，还有大白鲨！这东西好像要掉下来了，距离我不远。随着金光的越来越近，三金终于看得清楚一些了。那是一个长条形的物体，似乎还挂着一条银白色的线。他心中隐隐一跳，这尼玛难道是我的鱼竿？金光坠落，一声巨响从前方的悬崖边炸开，三金甚至还感觉到有一股扑面来的冲击感。玩家三金，你的鱼竿已到账，请及时到海岸边领取。破案了，真是我的鱼竿。话说一个鱼竿的出场这么酷炫，真的合适吗？小白，走，看看去。一人一熊穿过前方的丛林，来到距离悬崖海岸边不远的地方，几米开外，一只看起来就很牛逼的鱼竿插在悬崖边上，浑身泛着淡淡金光。我这里能隐约看见金光边上出现了个人影，从体型上看，应该是个男性。便宜这小子了，金光力肯定是好东西，得到宝物的人赶紧出来透露一下金光力是什么呗。看到石安的发言，三金歪嘴一笑，直接送上了24小时禁言套餐。发现自己被禁言，石安狠狠踢了眼前的石头一脚。三金，我和你势不两立。宿主已探索荒野100米，无法继续探索，请及时返回。我操！我的发，这算什么？最后1-2米的距离给我卡住了。眼见实在是拿不到，三金准备故技重施，他指了指近在眼前的鱼竿。小白，又到了需要你的时候了，帮我把这个闪着金光的东西拿过来。说完，他蹲下把小白往前面推了推，可小白刚接触到金光，嗷叫一声猛地跳到了三金怀里，瑟瑟发抖，无论如何也不肯下来。看来没办法指望这个家伙了。对了，还有一个办法，升级木屋可以增加10米探索范围。三金打开商城，依然没有铁具，但却多了一个铁具图纸，整整需要5块金币。昨天他购买所有材料才花了1个金币而已，但此时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能咬牙买下。恭喜宿主获得铁具图纸，打造铁具将会触发锻造失败，获得精良铁具、优秀铁具、变异铁具，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恭喜宿主获得变异铁具，崇拜电锯杀人魔的铁具，完美切割时有几率获得双倍材料，品质附加技能，完美切割血肉时可积累崇拜度，当崇拜度达到100%时可进化为电锯。所以这玩意儿可以吃血肉，还能进化。没等他继续多想，系统已经弹出木质住宅的建造提示。木质住宅建造中，需耗时10分钟。建成后将继承混合型材料，开始建造。您的探索范围已扩大。这金光好像开始消散了，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应该可以直接用手拿吧。恭喜宿主获得鱼竿，海王的眷顾，史诗。海王的眷顾，时限型，剩余时间24小时，可100%调取等级不超过史诗级道具，对完美级以下鱼类有致命吸引力。品质附加技能，史诗级及以下鱼饵等级+1。史诗级，听起来就很厉害的样子，可惜只有24小时使用时间，看样子我得抓紧使用。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获得史诗级道具的玩家，公布后可获得10只熊掌，是否公布？玩家三金成为第一个获得史诗级道具的玩家，开启史诗篇章。我靠，难道这个史诗道具就是刚刚的金光？又特么是三金，我都怀疑他是系统亲儿子了。我看清了，这史诗道具是鱼竿。鱼竿，从天而降逼格拉满的竟然只是一只鱼竿，那我们的手里这玩意算什么？三金没空看消息，因为他发现商城里根本没有能用的鱼饵。左右环顾后，目光最后停留在了系统发放的10个熊掌上。就在他抛竿的瞬间，海面上所有的鱼类全都潜入了海底，甚至包括那几只美人鱼、金鱼和巨大的捕鲨。只几个呼吸，一阵猛烈的拉扯力从鱼竿的另一头传出，三金手腕用力转动着卷线轮，人都差点被拉下海去。小白，快过来帮我！几乎拉不住的三金爆发了所有的力量，然后吃力的后退一步，将鱼竿一把塞进了小白的手。拿稳了，加油，小白！这个男人不干人事，钓鱼时稳不住干。我操！他竟然让一只熊猫上场扯竿，不知道掉了个什么东西，真特么重，靠你了，小白！小白懵逼的看着手里的鱼竿，他单手举着摇了摇，似乎在问这有什么难度。我操！三金这才发现自己的宠物好像力气格外的大。调取资源，你可能触发奖励：金币1条精良级鱼类，1瓶精良级药剂，优秀级鱼饵，铁质宝箱及钥匙。除了鱼，还能从海里钓上来其他？那必须排除鱼类，我倒要看看，难道真能够上来金币吗？随着三金疯狂转动卷轮线，水面开始震动。随着鱼线冲出水面，一只巴掌大小、通体彩色、浑身长满鳞甲的小鱼挂在钩上，被缓缓提到了一人一熊的面前。就这小东西，这么大的力气，不科学啊！恭喜宿主获得优秀级鱼饵彩鳞鱼1，成为第一个成功调取资源的玩家。公布后可获得彩鳞鱼使用方法，是否公布？所以合着我使了半天劲钓上来一条鱼饵是吧？赶紧公布，给我它的使用方法。恭喜三金成为第一个调取鱼类资源的玩家，海王排行榜开启。彩鳞鱼的使用方法：拍晕、挂钩、等鱼、上钩、起竿、结束。这方法用你说，居然浪费我一次交易，奸商！吐槽完，三金还是把彩鳞鱼重新挂上了钩，
第二次把肝抛了出去。这一次他学聪明了，直接让小白拿肝。问：鲨鱼的烹饪方式有哪些？看到这消息，他上前一步，站在悬崖边望向不远处的海岸。只见一头长度接近2米的鲨鱼在海面上扑腾，身子已经有2/3脱离了海面，显然马上就要被拖上岸了。既然真是鲨鱼，我好歹有史诗级鱼竿和熊掌才能钓上来优秀级的彩鳞鱼。落锦这女人难道也有挂？钓起来了。不过这鲨鱼有些奇怪，它肚子鼓鼓的。你把鱼肚子破开看看，里面有惊喜也说不一定。不过开的时候或许可以小心一点。看了他的消息，落锦看着躺在地上的鲨鱼，退后一步，从背包里取出一柄长匕首，绕到了鲨鱼的背后，然后干净利落的一刀划过。恭喜玩家落锦获得治疗药水精良1。过分了啊！这么久了我鱼尾巴都没见到，3金大佬和落锦大佬就双双丰收了，周围的蚯蚓都被我挖光了。我已经在商城买到了落锦自制的饵料，有点小贵，希望有用。我靠，我对面几百米刚才有个冒着采光的东西掉进了海里，有没有人看到了？我看到了，而且很清楚，那是3金大佬抛竿下去的鱼饵。玩家获得过的物品在商城都有售，我刚才查过了，彩鳞鱼鱼饵品质是优秀。至于价格嘛，建议做好心理准备后自己查看。看到消息，3金这才想起来看看这玩意到底值不值钱。翻开鱼饵页面，蚯蚓、虾类等最多也就几个铜币，落锦自制的精良级鱼饵1银币，而彩鳞鱼却要整整1个金币。疯了吧，简直是天价，憨憨才会买。一旁乖巧钓鱼的小白突然哼唧起来，鱼线紧绷。3金立刻看向海面，像是有什么要冲洗出来。就离谱，我真的钓到美人鱼了。小白，赶紧把它拉上来，我要好好看看研究一下。钓取资源，你可能触发美人鱼的恩赐、美人鱼的祝福、美人鱼的回报、美人鱼的诅咒，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啊，嗨，你好，能听懂我说话吗？面对3金的问候，美人鱼眨了眨漂亮的眼睛，然后抬头望向天空，一滴泪从她眼中滑出，凝结成闪闪发光的泪珠，漂浮在空中。随后他又朝着3金微微一笑，转身跳回了海里。哎，这怎么就跑了？获得美人鱼的祝福，史诗级 buff， 可钓取资源等级+1，持续时间24小时。我的发，这就是美人鱼的祝福吗？这不就意味着我有机会钓起来传说级别的资源了？不行，我得多买点彩鳞鱼。他已经完全忘了刚才自己说谁买谁是憨憨的话了。大型真香现场，一次性花了10金币购入10条彩鳞鱼，再一次抛竿。刚才系统是不是说3金大佬钓了条美人鱼？废话，史诗篇章上都刷新了，你看不见吗？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他把美人鱼都钓起来了，干嘛还放回去了呢？楼上做一道选择题就明白了。A，3金信佛 ，C， 美人鱼不够漂亮 ，D，3金喜欢男人。你这也没必呀。我想你悟了。这群家伙的思想就不能纯洁一点吗？果然不愧是带着美人鱼祝福的下竿，来的也太快了。小白，收竿。随着沉重的鱼线被提起，一个只有巴掌大的海螺挂在鱼钩上，彩鳞鱼已经不见了踪影。获得神奇的海螺史诗级道具，每天可询问一个问题，海螺会给予你相对准确的答案。品质附加技能史诗，询问100个问题后可升级为无所不知的海螺。海螺会吃鱼，不科学啊！不对，这不是重点。这个相对准确的答案是什么意思？3金取下海螺，左看右看，最后还是决定问一问试试。他像是擦神灯一样擦了擦海螺。海螺呀海螺，这个区域的下一次受洗会是什么时候？10，难道是10点钟？那我得做准备了。 9，8，我操！这老爷我真的服了。小白，受洗要来了，赶紧收拾收拾回屋子去。就在这时，海面远处突然翻起一阵浪花，周围的鱼群瞬间消散，一抹荧光色之阵以极快的速度从海面上疾驰而来。以3金射击精通带来的视力，也只能粗略估算出那是一个正方形的物体。我靠，宝箱，看样子还是从没有遇到过的银质宝箱。可受洗马上就要来了，算了，还是命中要回根据地。本区域 F 级受袭将在10分钟后开始，请各位玩家注意防护。这玩意太不靠谱了，明明还有10分钟时间，而且只是 F 级受袭，我的木质住宅应该能抵挡住吧？那还回去干什么？我这里一共20份规避受袭的道具，4份一组，可换5个名额，置换各种技能书、建筑图纸、工具图纸、武器图纸，价高者得。无数交易请求弹出，3金从中挑选了3份工具图纸以及1份建筑图纸进行交易，还有最后一组。他打开了落锦的交易框，双眼微微一亮，竟然是本技能书交易。随着交易结束，看着交易过来的东西，落锦都愣了。这竟然是那只胖熊猫的粑粑。小英，你也是宠物，排名还比它高，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产出点这东西？而3金那边也好不到哪去，他翻了翻手中的技能书，满头黑线。这他妈也是技能书？初级烹饪普通级，当你分清楚什么是盐，什么是糖后，就可以把这本书丢掉了。我操，无情！算了，先把图纸给建造了再说。
建筑图纸，木栅栏，栅栏内的所有土壤圈定为根据地，所有种植物、牲畜生长速度+1，是否进行？工具图纸，木躺椅，心情+1，体力每分钟少消耗1个点，建造木躺椅将消耗木材30，掌握榫卯结构，且拥有工具铁具，是否进行？剩下的2张图纸，一个是木桶，一个是澡盆，做好了放住宅里，偶尔泡泡脚、搓搓澡，养生了属于是。求购买到3金大佬道具的兄弟说说，这是什么样的道具？管他什么样的道具，总之肯定是好东西。你们难道没看商城吗？更新了，那是个有味道的道具。卧槽，竟然是熊猫的翔，还卖1金币，这万恶的系统！什么玩意？小白的88能卖1金币？还真是。商城会把求生者获得过的物品更新上去，这钱还真让他挣了，黑心玩意儿。F 级受洗已开始，请注意保护你的屋子，受洗排行榜重置。突如其来的声音把3金吓得坐了起来，又想到木质住宅能免疫 F 级受洗，他又准备躺回去，眼角的余光看到海面后却直接跳了起来。卧槽，那是什么东西？海面上一个庞然大物朝着他所在的悬崖边冲了过来。之前他远远看见的银白色宝箱正正的放在那东西的背上。这尼玛是一头巨型虎鲸？不对，哪有正常虎鲸是金色的？背上还有，那是银色宝箱。虎鲸在3金和洛金2人所在地的中间区域游荡，最终靠近了3金的方向。这时一声鸟类的鸣叫响起，3金抬头，只见一只雄鹰从远处落井的位置处俯冲向虎鲸，他想先发制人抢夺宝箱。洛小姐，抢夺宝箱不先问问我吗？洛景看着这一幕，咬了咬牙，为了不让白鹰受伤，他只好让白鹰回了岸边。3金大佬说笑了，你难道还怕小鹰干扰你钓鱼吗？再说了，这么大的东西你真能钓起来？他话音刚落，巨大的车辙声响起，只见一头10几米的淡金色虎鲸跃出海面，如同长了翅膀一般，飞越了海面、悬崖，来到半分后，又以完美的抛物线落入海面之中。这短短的几秒钟里，2人都看清了虎鲸嘴里喊着的那根微不足道的银线。银线，快！小白快跟我来，大货上钩了。由于刚才的大动静，周围几公里之内的求生者都注意到了这里。 Oh my god， 有没有人看到刚才的东西？看到了，那好像是一头虎鲸，淡金色的虎鲸，很神圣的感觉，有点想膜拜。路上是不是傻？怎么会有淡金色的虎鲸？对了，洛锦和3金大佬离得最近，肯定看清了是什么东西，能不能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洛锦没有回答，他远远地看着往回跑的3金，再联想到那根细线。不会吧？那家伙真的想钓虎鲸？小白，这次你要做好准备，对方不是普通的东西啊！落下水的虎鲸突然感觉到一股拉力，自己不断地被朝着岸边拉去。反应过来后，他用力挣扎起来，被鱼线缠绕的几棵大树颤抖不止，几乎要断裂。小白也终于用上了双手，一雄一鱼开始对抗起来。虎鲸嚎叫一声，这让3金清楚地看到了他嘴里的荧光。我去，不仅要从这东西背上取下宝箱，还要从他嘴里取出钥匙，这是人能完成的事吗？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立刻拿出一卷几10米长的细绳，绑在了弩箭上，然后朝着虎鲸的嘴巴猛地射了出去。有了精通射击的加持，3金精准无误地勾住了钥匙。不行啊，这也没办法把这么大的虎鲸拉上悬崖来，看来只能合作了。洛小姐，我已经牵制住虎鲸了，让你的宠物去把银宝箱取下来，然后我们再联系。银钥匙已经在我手里了，你拿着银宝箱也没用。看到消息后，洛锦思索了一会，最终以5升热水和5个肉罐头达成了交易。热水对女人来说太重要了。看着这一幕，3金松了口气，他接过小白手里的鱼竿，准备放生虎鲸。金王虎鲸传说级以力劫，调取资源可能触发奖励大量金币，传说级宠物墨玉宝箱及钥匙，传说级材料，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我操！传说级，这家伙是传说级的生物吗？那这大量金币和其他选项比起来太不值一提了。排除。调取金纹虎鲸，传说力量判定中，力量不足，调取失败。这特么还用判定力量吗？要有些力量我早就拉起来了好吧？难道就这么错失奖励了？好歹给我点金币也行啊。因调取失败，自动选择第2选项。第2选项是什么来着？正在缔结主从契约，请稍后。恭喜宿主收服宠物金纹虎鲸，未命名。3金虎躯一震，不可思议地看向浮在海面上正看着自己的金纹虎鲸，他似乎感觉到了自己和对方之间有了某种奇怪的联系。卧槽，真的得到了传说级的受宠吗？等等，这家伙只能生活在海里，我要怎么把它带走？3金大佬，我们的交易你忘了吗？看到洛锦的消息，他回过神，心中给虎鲸下达了离开海岸线的命令后，才带着小白回到已经建好的木质住宅根据地。眼前的住宅继承了混合材料，其中有沉香、黄花梨、金丝楠木，看起来格外高档。如果放在现代，价值绝对超过汤臣一品。小白，烧水，我们得赶紧把宝箱给换回来。水烧好后，又装回了矿泉水瓶里，再取出5个肉罐头，给洛锦发去了交易请求。
洛锦看到请求，也毫不犹豫的把银宝箱上架。没有钥匙的宝箱对他来说真没有热水的吸引力大。F 级受洗已结束，系统将根据受洗积分榜上的排名派发奖励。刚才的受洗我都没回，根据地也能得第一，难道是木质住宅能免疫 F 级受洗的功劳？看着2个宝箱，三金还是选择先打开银宝箱。他取出那把从虎鲸嘴里取出来的银钥匙，放入钥匙孔，提示框果然出现。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优秀级物资、完美级建筑图纸、优秀级工具、完美级技能书、黄金钥匙，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这次选项有点多呀，就算排除了陷阱后还有5个选项，随机获得2个选项，只希望别全是优秀级就行。恭喜宿主获得高级鉴定，完美技能书是否学习？三金脸上激动瞬间平复，他叹了口气按下学习。说实话他有些失望，完美级的技能书按理说应该很牛逼才对，可偏偏只是个鉴定，听起来有些鸡肋。还好，第2个物品没让我失望，黄金钥匙啊。不过可惜的是想得到黄金宝箱应该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白银宝箱都费了不小的力气。检测到黄金钥匙，是否对其使用高级鉴定？这鉴定啥？鉴定成分吗？算了，试试吧。高级鉴定，黄金钥匙，距离可开启宝箱 1.24千米。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你这也太你们的有用了呀。恭喜宿主成为第1个开启银宝箱的玩家，公布后可获得20金币，是否公布？公布后他没去看聊天页面的消息，而是靠近了木质住宅，把手放了上去，然后启动高级鉴定。高级鉴定，精良级混合型木质住宅，可推算出其图纸，是否继续？看来真的万物都可鉴定，竟然能推算出图纸，一张木质住宅的图纸至少价值几十金币，发达了呀。推算中，请稍后。智力不足，无法推算，请提升智力。太过分了呗，伤害性不高，侮辱性却极强。但是这个智力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求生者还自带属性？想到这，三金试探性的把手按在了自己身上，启动高级鉴定。高级鉴定，三金，男，人类，体力101/74，智力12，力量7，敏捷6，掌握技能高级鉴定，完美，精通射击，精良，榫卯结构，精良，劈砍，垃圾，初级烹饪，普通。果然如此，之前吃的熊掌泡面增加了1点体力值，那现在再加上彩鳞鱼又会怎么样呢？三金拿出3条彩鳞鱼，处理好后2条丢进了锅里，1条片成了生鱼片，再把熊掌也处理好扔进锅里，最后点火。恭喜玩家三金烹饪出熊掌彩鳞面，优秀，使用后智力增加 0.2。恭喜玩家三金烹饪出生片彩鳞，精良，使用后敏捷增加 0.1。加了但加的不多，敢不要这么小气，好歹也凑个整吧。虽然不太满意，但他还是狼吞虎咽的把东西全部吃了。状态恢复后，带上小白回到了海岸边，还剩下5条彩鳞鱼，三金不想浪费了，上饵抛竿，一气呵成。大佬，是三金大佬回来了。楼上怎么知道的？莫非你和洛锦一样，也在三金旁边？傻你，那个采光你看见了吗？之前学三金大佬用彩鳞鱼钓鱼的人，不是丢失了鱼竿，就是人都被拉进了海里。现在除了三金大佬，还有谁敢再买彩鳞鱼？哼！劝你们一句，没有完美级以上的鱼竿，就别轻易尝试用彩鳞鱼，老老实实的，说不定能钓上来不少东西。钓取资源，你可能触发奖励，少量银币，完美级渔网，捕鱼陷阱，优秀级食人鱼，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哎呦，来货了，小白干活！我操！高级鉴定，青苔满布的渔网，完美。不知在海底沉睡了多少年的渔网，经过潮汐和海浪的搓揉，最终包裹了一些神秘物品，等待有缘人来解开。他嫌弃的拿出一副橡胶手套，蹲下身开始清理起来。垂钓即将结束，1分钟后通报海王排行榜前10成绩。不是吧，这么快，我尼玛什么都还没钓起来。哎嘿，我就不一样了，钓起来了2个铁宝箱，你们就羡慕去吧。才2个铁宝箱，老子都有3个铜宝箱了。楼上的，劝你们别轻易开箱，以免像某人一样死于非命。某人？难道说的是三金大佬？对啊，三金大佬都好久没在聊天页面发言了，难道真的开箱洗了？某个被船已经洗了的人正悠闲地躺在躺椅上，打工人小白一边用渔网打捞，一边还要盯着鱼竿的动静。小白可以休息了。现在通报海王排行榜排名，第10名石安，彩鳞鱼优秀1，铜质宝箱级钥匙1，寄居蟹精良3，1到3米长鱿鱼普通1，资源若干，价值4金币。这小子被禁言后倒是安生的诺点资源啊，还混了个第10名。第9名价值6金币，第3名价值86金币，第2名落锦，所获物资彩鳞鱼优秀5，白银宝箱优秀1，铜质宝箱级钥匙3，铁质宝箱级钥匙2，
技能书精良1，资源若干，价值218金币。洛小姐挺厉害的呀，恭喜恭喜！卧槽，3金大佬还活着！不止活着，你们没发现第1名还没有公布出来吗？是第1名又怎么样？落井大美女获得的物资已经价值218金币天价了，3金能多去哪里？第1名3金所获物资：建筑图纸精良2，彩鳞鱼优秀1，汝窑茶具套装优秀1，青花瓷枕优秀1，原青花鱼缸优秀1，斗彩瓷碗优秀1，象牙红宝筷子优秀1，白银钥匙优秀1。89kg 帝王蟹优秀5，乌金半头鲍优秀10，蓝鳍金枪鱼幼崽优秀3，56kg 黄花鱼优秀3，渔网1完美。啊！我特么要和挂笔拼了，我连木桶都没用上，这家伙已经用上价值连城的古董了。加一，我还饿着肚子，他已经帝王蟹、乌金鲍、蓝鳍金枪鱼了，竟然还有稀有之极的大型黄花鱼。现在急什么？还没播报完呢，你们忘了那禽兽还掉了条美人鱼。那人的消息刚发出，系统播报果然继续。美人鱼史诗1，神奇的海螺史诗1，加密道具传说1，价值18736金币。还有没有天理了？大白菜一样的史诗就算了，竟然还有一个没有公布的传说。算了吧，我们和这个瓜比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仓库已满，请清理或提升建筑等级后使用。这就满了，剩下的怎么办？总不能让我搬回根据地吧？对了，小白，你不是力气大吗？干活了。一人一熊回到木质住宅，小白放下东西，喘息粗气，一脸幽怨地看着3金。3金干咳2声，开始建造雕花屏风、八仙茶桌，最后再把那套价值连城的汝窑茶具摆了上去。没想到我这个打工狗能用得上这些东西，不说别的，这张沉香八仙茶桌拍卖出去都能买进一套4合院了。如果再算上汝窑茶具，那简直无法想象。不过怎么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少了？鱼竿，我特么的把史诗级鱼竿忘在了悬崖边了，不行，必须去拿回来。夜幕降临，请诸位求生者不要随意出门。我操！被这突然吓一跳，3金来不及骂出声，下一条消息又弹了出来。警告！警告！海啸即将逼近，请诸位求生者紧急避难！紧急避难！我操！开玩笑的吧？海啸？这可是在海岸边啊！你让我去哪里避难？算了，先出门再说。推开门，可能触发海啸后海豚共舞，海啸后鲨鱼袭击，海啸后鱼群攻击，海啸后鱼群聚集。全是海啸，这是避无可避了。打开门，3金已经看见了海岸线边涌动的一条条白线，隔着这么远的也能感受到扑面来的压迫感。他毫不犹豫把小白扔上了防网，然后再拉着小白的手爬了上去。此时聊天频道已经炸了，无数人哀嚎着求救。片刻间，海浪已经来到了海岸边，短短数秒就拍到了所有人的根据地上。洛锦此时也爬上了木屋顶上，看着已经快淹没了一半的木屋，脸上惊魂未定。而还是茅草屋的石安躲在屋里，水已经淹没到了他的腹部。救救我！3金大佬，我再也不嘴贱了，有没有办法能救我？加一，3金大佬，带我一个，我的小木屋也快被淹到顶了。看到消息，3金无奈的摇头，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了，除非现在根据地能飘起来。检测当前水位线超过根据地70%，漂流模式开启。哎呦我操，还真能飘！漂流模式开启后，屋顶之下的水位不再上涨，洛锦重重的松了一口气。已经被淹没到了脖子的石安等人只能努力踮起脚来。周围几十个房屋上或多或少趴了些精疲力尽的求生者，但3金这边却是一片祥和。快，根据地飘起来了，这是个下网的好机会。小白，加油多拉几网，弄点什么奥龙海胆什么的尝尝鲜。洛锦虚脱的坐在房顶，感觉自己似乎朝着3金的方向飘去，他莫名感觉到一股安全感。刚放下心来，余光却瞟见了远处，一声尖叫划破夜空。鲨鱼！3金大佬，一群鲨鱼朝着我们的方向冲过来了！我操！妈耶，这么多！我有弓弩也双拳难敌4手啊，更别说还要保护小白了。为了这宠物，我真是操碎了心。等等，宠物？我是不是还有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宠物？小金，快来救驾！救驾！小金？谁是小金啊？3金大佬背后的女人？开什么玩笑？大佬的女人不是罗锦吗？罗锦有人抢你正宫的位置。都别闹了，你们快特么地看，白天那头巨型虎鲸又回来了。惊呆了周围漂流的小伙伴。虎鲸怎么会来？该不是找3金报仇的吧？白天他可是把人家身上的宝箱和钥匙都给抢了。别说，还真有可能。虎鲸游动的方向和3金大佬所在的位置一样。救命！有没有船桨啊？我必须离这个家伙远点，以免被波及。系统公布消息，有什么奖励啊？宿主成为第一个获得传说级道具的求生者，传说谱系开启。公布后可获得50金币，是否公布？3金大佬，你果然收服了那头虎鲸。落井的消息一出，周围慌乱的漂流人群瞬间冷静了下来，都呆呆地看着越来越近的鲸纹虎鲸。开玩笑的吧？什么好事都能让这家伙给占了？我也想要这么霸气的宠物啊！
得了吧，别说这种宠物了，首先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宠物，这家伙绝对系统亲儿子。大，真的大，不知道能不能鉴定。想到这，三金伸出手试探性触碰到了小金的皮肤上。高级鉴定，品种变异虎鲸，等级传说，主人三金，年龄4岁，体长13米，体重20吨。竟然能鉴定出来，小金可是传说呀！小白，快过来，我摸摸头。正在努力捞鱼的小白走过来，乖巧的坐在地上，任由三金把手放上了他毛茸茸的脑袋。高级鉴定，正在鉴定中，智力不足，无法鉴定。怎么回事？你这只胖熊猫居然无法鉴定？难道因为是国宝？面对三金的灵魂发问，小白只会嘤嘤卖萌，没办法，他只能放弃这个问题，转而看向虎鲸，又指了指100米开外缠在椰树顶上的史诗鲫鱼竿。小金，你能把我的屋子推过去吗？小金鸣叫一声，完全沉入了水中，顶住木屋往鱼竿的方向推去。突然的速度让屋顶的一人一熊都摔了个狗吃屎。慢点，慢点，小金。鱼竿刚解下来，三金眼角的余光瞟见远处似乎有金光在闪烁，突然他像想到了什么。卧槽，那是金宝箱吧？之前高级鉴定给出的距离是1000多米，按道理不能离开根据地，三金根本不可能得到宝箱。可现在虽然距离还是很远，但他完全可以让小金去取金宝箱。小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的话？那边有一个之前你背上那样的箱子，你过去帮我带回来，怎么样？不愧是传说级的宠物，理解能力太强了。只是他走了这边怎么办啊？我他妈最怕蛇了。只见随着小金的离开，屋顶周围的海水里竟然聚集了好些海蛇，正虎视眈眈的准备伺机而动，爬上屋顶。三金深吸一口气，拿出弓弩，一箭解决了一条已经快到脚下的海蛇。这个举动却引得其他的海蛇群起攻之。刚才的声音怎么像是从三金大佬的方向传来的？开玩笑吧？什么能让他叫得这么大声？有没有飘得近一点的人在现场的？想吃瓜？吃个屁的瓜！小心一个海浪给你们根据地拍成碎片。三金没有时间理其他人，面前的数条海蛇已经爬上了屋顶，他惊恐的后退。小白这时却站了出来，对着海蛇群歪着头哼唧了一声，声音很小。海蛇群却像是遭遇了点击一般僵直身体，纷纷滑落到了水中。这么多海蛇竟然都被小白给萌翻了。虽然小白确实很可爱，但这也太他妈离谱了吧。小金带着金宝箱回来，三金转头一洗，几步走上了他的背上取下宝箱。这时海岸线突然浪声滔天，一道道比之前大10倍的海浪汹涌来。真特么的有完没完！快，海岸线似乎退了潮了，小金先把根据地给我推过去。没办法了，只能借助海浪冲上去了。还好我掌握了榫卯技能，可以自制一个简易固定装置，赌一把。他取出了木材和绳索，一番操作后，一个交错的固定装置出现，接着便准备把绳索固定在屋顶。检测到新型工具，正在判定。工具图纸，简易固定装置，普通，已掌握，可抵抗 F 级冲击。提示：掌握后的工具图纸可耗费材料无限制造。还弄出来了个新型工具，可这抗冲击能力太低了吧？不行，多制造几个以防万一。是否消耗木材20，绳索40？制造简易固定装置可能产生简易固定装置、精良固定装置、豪华固定装置，您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瞬间，和简易装置长得一样，却浑身闪烁着淡淡光芒的豪华固定装置出现，装置自动固定，一眨眼把三金小白都固定在了房顶上，巨大的海浪也随之而来，直接把木质住宅掀上天。槽！随着三金的惨叫，木质住宅也在海浪中上下起伏，不停地翻来覆去，直到风浪平息，浪潮退去，他才喘着粗气往四周看了看，头好晕，还好命还在，现在应该回到陆地了。海啸已结束，夜行积分榜刷新，第1名三金，积分1350分，乘风破浪加1000，获得资源加350。第2名落锦，积分760分，临危不乱500，获得资源260。第3名，第1名奖励铜质宝箱及钥匙1，第2至10名奖励铁质宝箱及钥匙1，第11至100名奖励木质宝箱及钥匙1。固定装置脱落，小白似乎还没有玩过瘾，不情愿地从房顶跳了下去。三金紧跟其后，走在前方的小白手指着前方哼唧起来。哎呦，运气不错呀，这不是落锦的根据地吗？还在我的探索范围内。小白走，看些女雀。洛小姐，出来聊聊天呗。门后的洛锦推开门缝看了看，又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谨慎地退后了一步，脸微微有点红，隔着房门开口：这家伙竟然长得这么帅，但我不能出去，他手上有弓弩，万一逼迫我。想着他的脸更红了，但门外的三金显然没有那么多耐心。洛小姐，这是防备我吗？你忘了我帮你驱逐鲨鱼，救你一命了。警告，距离0点还有3分钟，根据地即将转移，请各位求生者尽快回到根据地中，否则将永远迷失。看吧，马上根据地就要转移了，我们只能下次再见了。不过我可以给你1份鱼翅做谢礼。天九志，
精良，学名老鲨鱼鳍，乃是鱼翅当中的极品食材。哟，竟然还是精良级的食材，你还挺大方啊。行吧，那我就笑纳了。三金朝着木屋挥了挥手，转身往回走，洛景却又叫住了他。等等，我想和你赌一次，输的人无条件答应对方3件事。所有人都知道三金大佬能力出众，能赢得你承诺3件事，我能更好的在求生世界活下去。没想到你不仅长得好看，人也足够聪明。说说吧，想和我赌是吗？那就赌谁先得到黄金宝箱，并且打开它。这女人又上赶着送我3个条件，刚得到的黄金宝箱就派上用场了。没问题，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吧。时间要到了，那就下次见。三金刚回到根据地，一阵晃动，光芒闪烁的同时，他被强制睡了过去。小白，别天天给我洗脸，这是已经天亮了吗？伸了伸懒腰，三金下床坐到地上，就把黄金钥匙插入了宝箱。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完美级物资、完美级建筑图纸、史诗级武器，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提示：黄金宝箱及以上宝箱只会获得1件奖励。不愧是黄金宝箱，最差也是完美级的道具。可惜的是，高级宝箱只能获得1件奖品。排除宝箱陷阱。恭喜宿主获得完美级建筑图纸欧式古堡1/3建筑图纸欧式古堡，体力上限加100，体力恢复速度加10每1小时，魅力加20，品质附加技能完美，智力增长0.1每天。果然是好东西。木质住宅才只是精良级而已，现在直接跳过了优秀级，得到完美级的住宅图纸，重点是出属性了，体力、魅力，甚至自动增加智力。不对啊，这1/3是什么意思啊？提示：完美级以上建筑图纸极大概率出现残图，极低概率出现整图。所以我拼死拼活就弄了个残图，不行，得鉴定一下。高级鉴定欧式古堡1/3完美级建筑图纸，距离同类型图纸，距离过远无法判定。悬着的心终于死了，果然是残图。算了，先吃饭才是正事。小白去随便给咱俩做点海鲜什么的垫垫胃。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开启黄金宝箱的玩家，黄金宝箱排行榜开启。公布后可获得100瓶矿泉水、20个肉罐头，是否公布？哟！洛景刚从木屋里醒来就看到了这个消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恐地捂住了嘴。怎么可能？他怎么就得到黄金宝箱和钥匙了？好在今天我们不在同一区域，不然他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三金这边不知道洛景的想法，他有些激动地看着新的提示消息。各项榜单结算结束，恭喜宿主获得金币155，管理员工资5枚，史诗篇章首次结算10枚道具，传说谱系首次结算20枚道具。哟，294金币的个人资产，我这荒野首富当定了。话说吃过早饭也该出门了。对了，小白你咋还没去做饭？啊，忘了，不好意思啊。推开门，可能遭遇荒芜之地，荒芜之地，荒芜之地，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所以这荒芜之地真的得去不可吗？还让我选个屁呀！三金推开门，一股黄沙扑面而来，呛得他直咳嗽。屋外除了漫天的黄沙外，连诛仙人找都不一定能找到。我靠，不愧是荒芜之地，这地方让求生者怎么去找食物和水？还好老子有存货，今天完全可以当宅男在根据地睡一天。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种植出植物的玩家，是否公布？是昨天随手撒在木栅栏边上的神秘种子吗？这么快就长出来了？警告：您所培育的植物暴露在沙尘环境中，10分钟后将会彻底枯萎。这意思是逼着我出门了，真是让我操碎了心。三金无奈地拿上公弩，带上小白出了门，刚踏出去，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我果然是天选之子，又当选管理员了。今天还增加了可以发送图片的功能，那必须拍一张啊！三金走进木栅栏边新长出的植物，他从笔记本仓库里取出几瓶矿泉水，一边给植物浇水，心中默念拍照。图片发出后，聊天频道寂静了片刻，随后哄闹起来。青手，简直就是青手，在沙漠里我都舍不得多喝一口水，这是啊，用来交界。楼上的，你是从其他区域分来的吧？我们三金大佬都不认识。等等，你们难道没有发现今天无法从商城里购买水和食物吗？这他妈怎么活下去啊？完了，在沙漠里不能利用系统商城换取可食用资源，那不等于直接嘎了我吗？求大腿啊！刚才用水浇地的大佬，你看你喜欢什么动作，我都可以。我家植物不是命啊，当然得喝水了。三金看着因为浇了几瓶水后，植物鉴定的生存时间也只增加了几分钟，于是又浇了10几瓶，一共争取了半小时时间。随后他皱着眉拿出那只神奇的海螺。海螺呀海螺，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救活这些植物？在屋子后面。屋后那还是一片荒漠吧？怎么看也不像有水的样子，难道地下有泉眼？因为海螺的预测，三金把探索方向选在了根据地后方的西边。再次看了看时间还足够的植物苗，他快速取出之前开出来的2把锄头，一把递给了小白。两人来到屋后，开始四处挖掘起来。什么都没有，看来是我想多了，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小幼苗，不是主人不想救你啊，只能听天由命了。
级受袭开始，请诸位求生者做好准备。我靠，这么突然，这一集受袭的动静比 F 级强太多了。难道有大象从地底钻出来啊？受袭来，是蜥蜴，沙蜥，好大，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蜥蜴？楼上2个在演戏吧？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沙蜥的体长不会超过7厘米，就算极个别很大的沙蜥也不过1。好，那是什么东西？救命！随着受袭开始，同一片区域内，每根据地的四周沙地纷纷出现空洞，无数长相怪异、嘴边滴着口水的东西钻出了地面。三金凝重地看着一只巨型爪子在面前探出地面。好消息，不是大象；坏消息是至少得有6-7米长的蜥蜴。不知道我的弓弩对这东西有没有用？退回去，小白回屋子去躲好。眼前巨型生物完全爬出了沙坑，三金面对20米外趴着都几乎和自己一样高的沙蜥，他不敢贸然射击，只能举起弓弩威胁，可对方完全不管，直接往他跑了过来，地面都开始震。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啊！短短2秒，沙蜥就跑到了他面前，却突然刹住了车，一人一蜥就这么对视着，空气都安静了下来。为了打破沉默，三金干咳2声，指了指一旁。那个蜥蜴老哥，你没事的话，要不去别的地方溜达？沙蜥根本不理他，只是微微动了动巨大的头颅，口水滴落到地面。三金只能看向聊天页面，希望找点线索。发现了，我发现了，只要朝沙蜥投喂，就能不被攻击。楼上说的不是废话吗？我都投了5个肉罐头了，可他就是不走啊。难不成是要让我们投喂到受袭时间结束？那还不如把我吃了呢。我本来资源都不多，这荒芜里也根本找不到资源，现在还要喂蜥蜴，玩我呢吧？看到这些消息，三金反倒松了口气。他什么都不多，就是资源多，受袭最多也就20-30分钟，完全足够了。他从系统背包里取出几个肉罐头，沙蜥肉眼可见的兴奋起来，嘶吼了2声，盯着罐头口水流得更快了。沙蜥大哥，这全都给你，咱坐下慢慢吃熬，千万别激动。三金正准备拿肉罐头投喂蜥蜴，一直被藏在身后的小白怒，他眼看着主人居然用自己的口粮去喂外面的东西，蹭的一声叉着腰就从地上站了起来。矮小的小白抬头对着沙蜥怒：我操，小白你逞什么呢？沙蜥大哥，误会，都是误会。被冒犯的沙蜥浑身却站立起来，像是遇见了什么恐怖的事，直接往后连退3步，来了个猛膝甩尾，掉头就往远处跑去。呆愣在原地的三金不由得举起小白上看下看，你这家伙是什么情况啊？把这种恐怖生物都能吓跑？被看得有些心虚，小白赶紧指了指沙蜥之前爬出来的沙坑。这沙漠里怎么可能埋着矿泉水？难道还有其他求生者？三金跳下坑捡起矿泉水看，竟然未开封。他满脸疑惑，仔细查看了瓶身，上面赫然印着系统出品的日期：1821年10月29日。这是在200年前就已经有人来到了这片荒芜里，并且在这里埋下了一瓶矿泉水。想到这个可能，他不禁有些毛骨悚然。这时脚下像是踢到了硬物，三金蹲下扶走流沙，一只泛着淡彩色光的怀表出现，明显也是求生者的东西。把怀表拿起后，一个棕色的方形物体也显露出来。妈耶，笔记本！准确的说，这是200年前的求生者使用过的笔记本。在确认了沙坑里没有东西了，三金爬了出去，带着小白回了木栅栏旁。小幼苗顶上的时间还剩几分钟，三金试着把200年前的矿泉水浇到了其中一株上，可时间也只增加了1分钟。但他并没有发现幼苗身上也渐渐多了些像怀表一样的彩光。看来这陈年矿泉水也不是就你们的东西了。对了，还有前辈的笔记本，说不定仓库里有东西。他席地而坐，拿出那本古朴的笔记本翻动起来，刚打开第1页，一艘类似于船体的建筑浮现在书页上，看不出是什么材质，也不知道具体比例，单从外形上看，这和大多数船类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很破旧。远测到根据地，陈氏巨蟒型浮空母舰神话已处于高度破损状态，无法升级，请修复后尝试。神话级根据地，这本笔记本的主人是什么样的存在？他又往后翻页，却发现仓库里空空如也，甚至一根绳索、一捆木材也没有。继续翻下来，来到聊天页面，上面已经上了锁，但标注了管理员一职。区域评级 A 级世界 S 区域管理员隐秘管理员权限 A1000/987人数0可管理系统聊天界面拍摄照片发送图片视频通讯跨区私聊资源红包定点传送。这一串信息看得三金满头问号。 A 级世界 S 区域是什么鬼？我笔记本里给出的不是只有一个地区域吗？人数倒是好理解，当初那一届的人估计早就洗得一个不剩了。不过这个 A 级管理员的权限也太诱人了，竟然能定点传送，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升级到这个程度。感叹过后，他继续翻，来到商城页面，页面上几个大字，请输入关键词查找物品。竟然还能使用？难道这里面可以找到神奇海螺说的可以拯救小幼苗的东西吗？正在查询，请稍后。高级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还能语音输入查询。查询结束，共找到172项商品。我操，无情！这算什么？我的体验版笔记本和 VIP 笔记本的区别吗？这绝对是我进入荒野以来最大的收获。有这本笔记本在手，可以提前解锁太多东西了。警告：幼苗还有1分钟完全枯萎。我操！
精灵眼泪，一滴咸水你就要卖10金币，抢钱呢吧你！独角兽血30金币，我可不是买不起，我这是爱护动物，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高浓缩护苗液50金币，这咋就从玄幻变成高科技了？玄灵丹液世界等级过低，无法购买。好家伙，修仙产物都来了，不过为什么是无法购买呢？算了算了，还选个屁呀！幼苗都要淹巴了。3金最后还是兑换了精灵眼泪，整整10金币，没想到却是这本笔记本里最便宜的东西。成功购买商品精灵眼泪、精粮，已扣除玩家3金绑定账户10金币，剩余货币284金，零银零铜。好了好了，真的能购买。小幼苗，你主人来就……我操，这堆蒜苗是哪里来的？他惊悚地看着短短1分钟就已经长到了大腿这么高，和蒜苗一个模样的植物，最后默默来了一发鉴定。高级鉴定成熟蒜苗，精粮，一种被催熟的食材。备注：被一种特殊金属催熟的食材，由于其生长周期大大缩短，所以品质略微降低。特殊金属催熟，附近最特殊的金属就只有这块刚挖出来的怀表了吧？难道这东西可以操控时间？正在鉴定，正在鉴定，智力不足。意料之中，果然不是现在的我能鉴定出来的东西，不用再打击我了。那么现在精灵的眼泪也可以省了，直接丰收吧，说不定今年还能吃上酸香火锅。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种植出植物的玩家，种植排行榜开启，公布后可获得350瓶矿泉水，是否公布？哟！消息一出，还在荒漠里可得发疯的求生者直接傻了。你们看见刚刚出来的公告了吗？海市蜃楼，一定是海市蜃楼，我们出现了集体幻觉。对，赞同。在其他地方也就算了，荒漠里他怎么可能种出植物来？看到这些消息，3金来到土灶前，直接拿出之前的海鲜熊掌等食材。另外，还从200面前的 VIP 笔记本里购买了些松茸等菌菇，最后再手捧着大蒜拍了张照发送。累了，吃点东西压压惊。天理何在啊！我特么刚刚把食物全给沙西了才保住命，这畜生就开始煮汤锅了。别说了，你们看看他的食材，这么珍贵的东西我怎么就没开出来过？严重怀疑这家伙有背景，暗箱操作。1级受洗已结束，系统将根据受洗积分榜上的排名派发奖励。玩家3金成为受袭积分榜第1名，将获得银质宝箱1套，前10名玩家将会获得铜质宝箱1套，前100名玩家将会获得铁质宝箱1套。1级受袭第1名奖励居然是白银宝箱，果然危险与机遇并存啊！虽然我似乎并没有遇到危险。凭什么？这家伙又是第一。不过还好铜宝箱榜首被我大樱花国的织田忠义占了，银宝箱榜也迟早得让位。楼上的说话注意点，我们华夏人轮不到你来说，屁大点地方海大樱花国，一个屁给你整个岛给崩成了心部。3金注意到了小日子求生者的话，他皱着眉翻铜宝箱排行榜，果然自己已经掉到了第2。我的铜宝箱开出的可是优秀级种子和优秀级锄头，织田忠一想要超过我，必须一个宝箱开出2个优秀级的技能书或者建筑图纸，这狗东西运气这么好。华夏人3金，不是我说啊，你的运气终究会有用完的时候，榜单以后都会由我来占。哼，织田忠一上赶着找喜，我没有理由不送他一个礼物吧？织田忠一敢不敢和我赌一赌？检测到宿主已通过3次赌局，且3次获胜，获得优秀级技能赌徒。在提出赌局后，可强制锁定赌注，判定赌局结束后，可直接获得 1.5 至 2.0 倍赌注。突然获得的技能让3金眼前一亮，原本还担心对方赖账，或者因为洗了无法履行赌约，有了这个技能的加持，赌约强制执行外还可以翻倍。而织田忠义也给力，完全受不了1点激将法，直接跳了出来。大哥，我有什么不敢？你直接说赌什么？见织田上钩，3金取出昨天通过受洗奖励的铜宝箱，之前他已经读取过了，一共只有3个选项：宝箱陷阱、精良级建筑图纸、优秀级工具。开箱就会触发其中2个选项，也就是随意排除后面其中一个选项，宝箱陷阱必出。就赌开箱吧，我这有个铜宝箱，如果你打开之后没有触发陷阱，就算是你赢了，宝箱里的东西归你，还额外赠送一锅完美级的海鲜菌汤锅。当然，如果你输了，你也要拿出相等的东西来。你刚才开出了好东西吧？看到消息，织田忠一狂喜，这不是送上门的铜宝箱吗？他连开了10个宝箱都没有触发陷阱，足以可见宝箱陷阱概率并不大。好，我就拿刚开出的木质别墅和青石水井图纸作为赌注。可如果我不幸输了赌局，触发了陷阱洗了，那你也无法拿到这2份图纸吧？好家伙，果然全是优秀级图纸。别说先不说了，就那水井建造成功，那可是大大的水资源啊！赌徒技能发动。玩家3金使用技能赌徒，海鲜菌汤锅完美级，建筑图纸木质别墅，建筑图纸青石水井已被锁定，将在赌局判定输赢后进行归属判定。看到提示，织田忠一吓了一跳，正准备发问，看见3金已经把铜宝箱和钥匙交易过来了，无奈他只能硬着头皮点击确定交易。看着出现在手里的铜宝箱，织田忠一狠了狠心：大哥加油，我一定可以的，这可是铜宝箱啊！另一头
三金悠闲的吃着能让体力、智力、敏捷、力量都增加1个点的菌汤锅，一边等着那个答案。他知道织田中一一定会选择冒险打开的。本次赌局已完成，织田中义成为第一个洗在赌局中的玩家。听到对方嘎了，还高兴的连喝了2碗汤。织田君走好，感谢你为我带来的收益，也是时候看看您的赌注到账没有了。啊，这……三金看着整整4张优秀级的建筑图纸，愣了愣。前2张没有意外是织田中一的木质别墅、青石水景图纸，剩下2张竟然是青石花园，还有青石泳池。幸运女神啊，你这也太爱我了，直接给我2倍暴率的赌注，水景、花园、泳池，再配上别墅、萌宠、美食，这哪里是求生？兴奋过后，他意识到了问题，优秀级的建筑需要的材料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一读取。果然，这些东西都不是普通人一时半会能建造出来的。最离谱的是，青石水井居然要消耗一个可持续性水源才能建造，这玩意在沙漠里可找不到。算了，先吃饱再说。三金拿出消耗铁块做成的盆子，把锅里的海鲜菌菇吃了后，把汤给盛了出来，使用管理员拍照权限，把照片扔到了聊天页面。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喝一口色香味俱全的汤锅，作为区域管理员，别说我不照顾你们，这一锅出售4金币一升，8金币打包，预购从速。不当然啦，这家伙把食材吃光了，卖汤还卖那么贵，谁疯了会花4金币去买一升？我全身家当还没有2金币。说话小心点，待会儿三金大佬给你塞个宝箱过来，我看你开不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怎么就确定织田中一定会开出宝箱陷阱？这个价格很多人嫌贵，三金无所谓的笑了笑，毕竟能在求生世界吃上汤锅就不科学，而且每个排行榜前100的人都能付得起这个价格，总会有人买的。果然，其中一个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竟然是打不死的小强石安。那个三金大佬，交易信息看一下。能说出这话，看来这小子这2天挣了不少啊。不过嘴贱的毛病倒是改了不少，卖给他得了。没有多说，三金直接把汤锅扫描进了交易框，但看着对方的发来的9个金币，他愣了愣。三金大哥，先前对您有些不太尊敬，多出的1金币是给您赔罪的，请务必收下。石安心里紧张的盯着屏幕，这一次不仅是买汤，也是示好的机会。如果对方不收，他心中实在是不踏实。好在三金把钱收了。那行，金币我收了，以后有生意还找你。还好他收了，而且我不亏，9金币买1盆汤，再加点淡水进去分装成4组，每组3金币2升，肯定是有人买的，还能赚取3个金币。吃饱喝足还赚了钱。三金心情大好的回了屋子坐下，拿出那本前辈的 VIP 笔记本，开始搜索起石材和水泥等材料。毫无意外，里面什么都有，根本不像自己的破笔记本。普通水泥10银币1份，普通石材1银币1份，不算贵，但这个可持续性水源，我操，抢钱啊！最普通的一种蒸汽收集器都要1258金币，谁他妈买得起？三金看了看自己才接近300金币的资产，叹了一口气，就算每天都能领排行榜工资，也需要快2个星期才能凑齐，而且这只是其中最便宜的水源。行吧，这张坑爹的图纸还是留给其他怨种小伙伴吧，我不要了，还不行吗？他有些气馁的准备收拾 VIP 笔记本，但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其中一个东西，精神一振，双眼都放出光来。不会吧，不会吧，这么巧的吗？这东西也能算可持续性水源？无所不知的海螺，传说及道具，神奇的海螺进化后的产物，每天可询问一个问题，海螺会给予你非常准确的答案。品质附加技能，每天可产生1升智慧之泉，服用后可增加智力。备注：为了不再回答你多余的问题，连海螺都被逼着产水了。售价59999金币。我靠，牛逼！个10、百、千、万，这都快6万金币了，不愧是传说级的道具。小海螺，现在开始我必须每天问你一个问题了，早早升级成无所不知的海螺吧，主人我迫不及待了。三金把手中的海螺摸了又摸，什么青石水井，有智慧之泉香吗？不见了。他果断的花70金币把花园和泳池的材料工具买齐，点击建造。睡个午觉，睡醒起来正好建造完成。为什么这次的受袭是毒蛇？我最害怕了，呜呜！小鹰你也很害怕吧？被他紧紧抱住的小鹰无语，明明自己是蛇类的天敌，自家主人有点笨啊。而洛锦显然没有注意到，他肚子此刻叫得十分大声，强烈的饥饿感袭来。这不对劲，按照我平常的食量，最多2个罐头就饱了。刚刚才3个肉罐头下肚，竟还没有5成饱。三金那家伙不是要和我交易鱼翅吗？怎么没有一点动静？玩家洛锦向玩家三金发起交易请求。三金依旧被小白的口水弄醒，他打着哈欠起身，太阳已经下山了，门外木栅栏旁多了个空的花坛和一个蓄满水的小型泳池。在沙漠里游泳是什么体验？嘿，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小伙伴们啊！请收图下饶命，大家都要饿死了，您就别发图了。我错了，我不该深夜发美食图片的。如果我有错，请让我下地狱，而不是让恶魔从地狱上来折磨我。毁灭吧！凭什么他来沙漠享受生活？
一股寒意从天灵盖席卷到脚底板，三金只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睡觉前之前吃了5斤以上的食物和3升重的汤，正常情况是2天都不饿才对。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对了，还忘了和洛锦的交易，照这个情况，这婆娘不会饿死了吧？三金大佬，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的交易了？好饿，三金大佬，三金哥哥，快看看我呀！哥，我亲哥，要鱼翅不要，只需要给我50份肉罐头，这一堆鱼翅全是你的了。我要洗了。看着一连串的消息，他感觉有些许心虚，立刻同意了交易请求，还额外多赠送了些。而饿得躺在床上的洛锦听到交易消息，泪流满面，赶紧坐起身，拿出罐头和小鹰开始干饭。三金把鱼翅收起来，准备用来下次开发新美食。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时针指向了8点。新手期已结束，存活下来的求生者们，是时候告知你们世界的真相了。首先，恭喜还活着的各位。根据世界体系不同，生存世界共分为7个等级，而你们现在所处的是最低的 F 级世界。2，当该世界无法对某一求生者产生生存威胁时，它将会进入下一个等级的世界，其所有在低级世界掌握的资源都会按照一定比例缩减，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带来的增益、货币、食物资源等。3，任何世界的稳定性都不相同，等级越低，越容易崩溃。当低等级世界崩溃后，所有求生者也将强行进入下一等级世界。4，根据在荒野里生存的时间不同，你们的体质会自动产生一些变化，例如懒惰、暴食、傲慢、贪婪等。系统的声音响彻在了每个求生者的耳朵里，所有人表情都渐渐凝重。7个世界等级，我所在的世界竟然是最低级的，难怪前辈的 VIP 笔记本里显示的是 A 级世界 S 区。那这也就是说，求生其实才刚刚开始，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往上一个世界爬。仪式结束，现结算新手阶段成绩，评比最佳新人。听到这个提示，三金的阴霾一扫而空。按照求生世界的尿性，评比就意味着奖励，除了13排行榜2积分榜榜首的自己，还有谁能评得上这个最佳新人？贝爷吗？旁边吃蟑螂去吧。据统计，所有求生者经历了3个不同种类的荒野，现共有排行榜13个，积分榜2个。根据各榜排名，最佳新人就是三金。果然是我，这可是新手期总结算，奖励至少是黄金宝箱吧？最佳新人奖励为黄金。系统的声音突然变得卡顿起来，像是电流的滋啦声出现。三金只觉得眼前的画面瞬间变得模糊，然后一头栽死在地，其他求生者也同时倒地，而系统提示框都停滞在了原地，像被某种神秘力量阻止。黄金2字竟开始逐渐扭曲，被一点点从提示框中擦去，随后替换成了水晶宝箱及钥匙。从三金身上掉出来的那块彩色怀表弹开盖子，指针开始飞速转动，形成幻影，直到3针重合，直到12。各项榜单结算结束，恭喜宿主获得金币135，管理员工资5枚。突兀的声音把还躺在地上的三金吵醒，他起身摸了摸脑袋，看着一旁同样坐在地上摸不着头脑的小白。怎么回事？昨晚我不是在等最佳新人的奖励吗？怎么突然就晕过去了？难道12点到了？每次到凌晨12点就会强制睡觉。不对啊，当时不是才刚晚上8点吗？什么情况啊？头好痛。一个闪着淡淡光芒的宝箱和钥匙正安静地放在门后，看材质竟然像是水晶。是水晶宝箱吗？难道比黄金宝箱更高级？这最佳新人的奖励未免也太离谱了些吧？一阵激动过后，三金取出之前没开的那个白银宝箱，打算一起给开了。当然先用白银宝箱练练手。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优秀级建筑图纸、完美级武器、优秀级工具，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青石地砖，优秀，耗费材料石材2000份，水泥1000份，青石地砖图纸1份。昨天2件优秀级建筑建造完成，距离木质别墅的建造标准还差5点评分。又开出一张建筑图纸，那我的木质别墅就可以着手修建了。可以，建造。御龙血之剑，完美，曾沐浴过龙血的铁剑，在攻击龙族生物时可获得双倍伤害，并补缓止血进程。品质附加技能，完美，手持此剑可获得龙族的注视，在方圆1000米内的龙族都会凝视你。这把大宝剑的简介听起来不太妙啊！龙族这种生物在这个世界都存在吗？屠龙，这也太他妈看得起我了吧！他有些心塞的收起宝剑，顺手分解了银宝箱后，调整心态看向水晶宝箱。打开宝箱可能触发传说级技能书、史诗级武器、传说级建筑图纸、传说级材料，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我操！这就是水晶宝箱，最差都能开出史诗，为了最大化的利用起来，这次只能排出史诗级武器了。是我最想要的技能书，一本完美级别的高级鉴定就已经很逆天了，若是传说级别的技能书，那岂不是？报时，传说级技能书，
以7元罪之一为名，这项技能被赋予了原本不属于他的威能。掌握暴食者，所吞噬的一切都将化作其成长的养料，不论是空气还是微生物。暴食，一个传说级的技能竟然只是暴食，虽然简介听起来似乎也不弱，先学习然后试试。暴食，体质加 0.01。哦，一看到这技能竟然是直接加属性的，3金狂吃起来，吃完一个罐头，体质增加了 0.1。一个罐头就增加了 0.1， 累积下去着实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啊！这还是本身不会增加属性的罐头，如果吃我自己制作的那些美食，岂不是会双倍叠加？拿出几个罐头喂给小白后，3金准备开门去外面起锅做饭。一开门可能遭遇 F 级世界，红龙森林外围 C 嚎哭深渊 B 白龙雪山山顶 S， 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这是怎么还带有区域评级的？荒芜之地似乎没有等级就已经有5米长的蜥蜴了，这什么 S 级一看就不是我能去的地方吧？木门打开，一股森林里独有的湿热气扑面而来。3金抬头，连忙抱着小白后退几步，急促的喘着粗气。他的木质住宅门外紧挨着一栋庄园这么大的建筑，泳池甚至都快挨着人家的大铁门了。这种鬼地方怎么可能有建筑？这样的建筑可不是这届新手求生者能建造出来的。我操！难道是上一届的大佬？荒野求生自然遵循黑暗森林法则，所有人都是拿着武器的猎人，猎人只要发现了对方，第一件事大多都是发动攻击，而在那些高级求生者眼里，他就只是一只蚂蚁。检测到你曾担任过区域管理员，所以系统自动判定你为该区域管理员。一个区域只会判定一个最有资格的人成为管理员，如果我还是管理员，那么这个庄园里或许根本就没有人。要想知道那里面有没有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去看看，但在这之前我必须有一个像样的武器才行，好在有前辈的笔记本，不然就完蛋。3金拿出 VIP 笔记本，打开商城页面，输入武器，共查询到1985765项结果。190多万种武器，好家伙，你该不会是把搅屎棍也算上了吧？看到排在最前面的武器只是树杈和石头之类，默默重新输入射击类武器，毕竟他还有技能精通的加持。共查询到5878项结果。定睛一看，排在第一的就是3金现在所使用的弓弩 F 级连发弓弩优秀级武器，售价120金币。哦，没想到我这弓弩能这么贵。不过这个前缀 F 级是 F 级世界的意思吧？那也就是说还有其他世界的武器。他精神一振，赶紧往后翻了几页，前缀果然变成了1级。普通沙鹰，普通级武器，老是狩猎手枪的招牌，但由于后坐力过大，且空枪重量超过了2000克，所以很难登上战场。售价10银币。售价10银币，这真的是一把手枪的价格？难道到了1等级世界，武器会变得更常见和便宜吗？这也低得太离谱了，买来试试。购买成功，扣除玩家3金绑定账户10金币。由于世界等级差，货币结算时自动成100倍。3金顿时觉得一阵寒意席卷心头，100倍的比例缩减，自己现在总共也就344枚金币，要是到1级世界里，岂不是直接变成3金币？不行，资源、货币、食物，在去到下一个世界之前，我一定要积累到缩减100倍也能活下去的地步。他面带凝重的重新查找武器，显然这把沙鹰无法面对这片森林。最终3金选定了1级精良改 M4 突击步枪。1级改 M4 精良级武器，经过某种科技改良后的枪械，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了自动补充子弹的功能，而且射速、射击距离以及射击威力大大提高，售价2金币。未改良的 M4 有个大缺陷，不能自动换弹，经过求生世界改良后可自动补充子弹，这简直就是梦中情枪。算上世界等级差，这东西花费了3金足足200金币，再加上之前购买建造青石地砖的材料，现在他的家底只剩下了可怜的24金币。荒野首富濒临破产。小白，主人我出门了，这次你就乖乖待在家里，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踏出去半步，听懂了吗？小白不赞同的哼唧起来，看到他严肃的表情，最后还是听话的点了点头。本次探索时间剩余11小时25，探索距离110米，请选择任意方向探索，左右偏离不能超过3米。注意，选择方向之后不可改变，你只能往前或者倒退。3金选择了紧挨着自己的庄园大门的方向，他把手放上去一推，庄园内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喷泉、草坪、花园、游泳池、大别墅，一应俱全。但与之格格不入的是中央堆满了的尸骸，最近的一具尸骸就在3金面前2米，那淡红色的瞳孔、尖锐的牙齿、长满鳞甲的皮肤以及修长的一对羽翼，无一不在告诉来者他的身份。龙，这是一头能翱翔天际的西方龙，而他身后是成百上千具同样的龙骸。我的发，究竟是什么能让一群红龙死在这里？我手里这武器似乎也没那么厉害了。心中害怕归害怕，但已经迈出第一步了，无论如何也要进入探一探。他小心地绕过红翼龙，正准备往里走，余光却瞟见别墅上唯一开着的边似乎有什么东西。3金快速抬头，一杆乌黑的枪管正正地对着自己。有人。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加快速度离开空地，跑到别墅门口。
而此时，一个黑白相间的脑袋从庄园大门后伸了进来。小白眨巴着两只圆圆的眼睛，锁定了三金的位置后，偷偷摸了过去。这么大的门竟然是玉，不，整个别墅都是玉制的，这里的主人简直毫无人性啊！三金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别墅，他并没有发现任何人的气息。他抬脚准备探索楼上，一道清脆的女声突兀地从楼上传来：“你是谁？”我是你隔壁的邻居，只是无意中闯入你的根据地。你是谁？前辈，我是三金，这次进来没有恶意，如果您不喜欢，我可以马上走。你是谁？正常人不会连着问一个问题3遍吧？而且音调都一模一样，难道只是录音设备？想到这，三金没有再回答，而是抱紧了 M4，轻手轻脚又迅速地爬上了楼梯。可刚上2楼，眼前一花，数根黑洞洞的枪管就抵在了他的身上。你是谁？一个浑身都是枪管的女人正重复着刚才的话，准确来说，她是仿生机器人。那双瞳孔里闪烁着诡异的红光，仿佛三金再进一步立刻就会被人打成筛子。我靠！回答密令，你将会触发以下选择：解锁参观权限，我是客人；解锁管家权限，公主殿下，我是您最忠实的仆人；解锁主人权限，9527，你在做什么？被追杀，滚，或其他侮辱性词汇。幸运女神，你果然来救我了。9527，你在做什么？他话音刚落，机器女人眼中的红光瞬间熄灭，转亮起了2道绿光。那些枪管也不知道被收进了什么地方，竟换成了一把扫帚，扫起地来。主人，9527正在执行清扫任务，请您吩咐。好家伙，睁眼说瞎话呀！你刚刚明明在刺杀我吧？9527，别墅里还有人吗？主人在睡觉，不希望别人打扰。睡觉？我这都摸到家里来了，对方还在睡觉，这是吃了多少安眠药？看着机器人并没有阻止他的意思，三金直接朝着一旁的房间走去。门后的景象把他惊呆了，上百个被打开过的宝箱堆放在里面。最低档的一个都是黄金宝箱，除此之外还有墨玉和白玉2种。9527走过来关上了门，示意他上3楼。这里应该就是主卧了，刚才从外面看到的枪管应该就在里面。他推开门，一股寒意夹着风吹来，随后一道空灵的声音传入耳畔：“你来了，坐吧。房间有些杂乱，9527，来打扫一下吧。”站在门口的三金还没反应过来，身后的9527撞过他，直接扑进了房间里，从窗口取下那柄不知道什么型号的长枪放在床头，开始打扫起来。而一个仙气飘飘的身影背对着他站在窗边。那个前辈，在下冒昧来访，也没带什么东西，你喜欢吃海鲜吗？我已经死了，也不知道来的是商云还是哈里斯。当然9527被毁灭了的话，来的也可能是其他人。所以你是谁呢？女人的身影始终背对着他，若隐若现，像是随时都会消失。这时三金才发现眼前的只是投影。如果你是商云的话，抱歉，我没有遵守对你的诺言。那个钻石宝箱已经被我打开了，很不幸，我触发了陷阱，而我最大的遗产留在。算了，不说了，免得哈里斯知道了。你倒是说出来啊！总之，你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对吧？密码就是你我的生日相加。我不知道，但是我很想要你的财产。至于哈里斯，如果是你先找到这间屋子，就麻烦你把我刚才说的话转述给商云，报酬就是我的那柄枪。你一直想要它的，对吧？对，想要。我的英文名以后就叫哈里斯了。一个能打开钻石宝箱的求生者，所掌握的武器肯定也不是凡物，而且现在那柄枪就放在床头，三金确实想要。如果来的是其他人的话，帮我转达商云，然后请务必去一趟地窖。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女人的身影随着话音消散，三金松了一口气，他深吸一口气，朝着豪华的床走去。有机会的话，我会帮你转达伤员，但报酬也该是我的。那枪我就拿走了哈。他来到床边，却愣在了原地。床上竟然躺着一个人，看年纪不过20出头，一张白嫩的脸庞近在眼前，眼帘紧闭，像是落入人间的精灵。最重要的是，少女身上似乎结了冰霜，不会融化的冰锥，这难道就是前辈的死因？小白似乎在炫耀自己找到了主人。9527立即将扫帚收了起来，浑身钻出枪管。发现不明生物威胁，请问是否执行清扫程序？天，住手！你个家伙，不是让你在住宅里等我吗？多危险啊！下次再乱跑，我就把你丢掉。9527收起浑身的枪管，又自顾自地打扫起来。三金抱着小白返回床边，正准备伸手去拿那柄枪时，心跳感觉漏了一拍，像是有个声音让他去拔出少女腹部的那枚冰锥。渐渐的，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伸出了手，指尖悬在空中，距离冰锥就只剩一丝间隔。小白的声音在耳畔炸响，三金感觉脑子里一痛，下意识停下动作，闭着眼甩了甩头，睁开眼时发现小白正警惕地看着自己。我这是怎么了？小白再次哼唧了起来，他的脑子感觉清明了许多，立刻意识到这一切都是那枚冰锥的问题。此地不宜久留，赶紧溜！
三金头也不回的下到了2楼存放空宝箱的房间，拿出 VIP 笔记本，把所能见到的东西都收了进去，连带着那柄枪，一共收获黄金宝箱10个，水晶宝箱30个，墨玉宝箱50个，白玉宝箱68个。别墅里除了这间房外，其余就是书房、厨房、桑拿房，甚至练歌房，根本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那这女人的武器库、材料库究竟在哪里呢？地窖肯定在那里面，可她也没告诉我地窖在什么地方啊！卧槽！这时9527从楼上下来，三金眼前一亮，问道：9527，你知道地窖入口在哪里吗？出乎意料的，听到这句话，9527的眼睛瞬间变红，撒浑身的枪管再次对准了三金。我靠！哈里斯，你别想动我仓库的主意！我的天，这又触发什么攻击指令了吗？9527，你在做什么？他话音刚落，女仆机器人的通红的双眼变绿，枪管收好，这扫帚拿了出来。主人，我正在执行清扫任务，请问有什么吩咐？